今日江娘子亲自到府上，所谓何事啊？叶院长，是这么回事。前日我家乔迁，承蒙您看得起我们家贺川，一大早便派人送来了贺礼。或许是您没有提前知会叶小姐，到了下午的时候，叶小姐又特意找人送来了贺礼。您二位是一家的，我们又怎么好意思收贵府2份贺礼呢？说来也是惭愧，前些日子叶小姐大婚，您邀请了我和贺川一道来参加，但我忙于家务，便未曾跟着一块过来。正好趁着这次机会，亲自上门归还叶小姐多送的贺礼，顺便再送上我对叶小姐和姑爷的祝福。我们家夫人祝愿叶小姐和姑爷花好月圆，早生贵子。江娘子有心了。叶从文想着客套一句来着，结果话音刚落，就听见哐当一声：“逆女，你这是在做什么？”哎呀，不好意思呢，江娘子，刚刚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谁知道我身边这死丫头手这么不稳呢？那就罚她在日头底下跪1个时辰的碎瓷片，算作惩戒。江娘子可满意？小姐息怒，奴婢不是故意的，求求您饶了奴婢这一次吧。够了，你在胡闹些什么？如星也不是有意的，你自己贴身伺候的婢女，从小把你长大的，你不维护就罢了，还总是搓磨人家。如星，你起来吧，收拾一下退下，这里没你的事了。如星闻言如蒙大赦，立马磕头谢过老爷，然后起身收拾地上的残局，麻溜地退了出去。江娘子，既然小女已经送上了贺礼，那送出去的东西也实在没有要回来的道理，不如你还是带回去。今日也是让你见笑了，你对我们家舒儿的祝福我们都感受到了，还请恕我们招待不周。没什么事的话，不若留下吃个午饭再走。叶院长，不瞒您说，叶小姐送的这个礼物实在是太独特了些，我是真不知道该把它摆在哪儿才能彰显对她的重视。不若您先看看再论。江穗说的一脸的为难，然后拍了拍手掌，正在院子里候着的2个小厮就抬着屏风进来了。你不喜欢就随便找个地方扔了呗，还巴巴的送回来，真是无礼！来人呀，把东西给我抬出去烧了！冉秋也很机灵，在外面的人进来之前，直接上前一把掀开了罩在屏风上面的布，露出了屏风原本的样貌。4个面都是姿态各异的侍女，还是相间半路的那种。赶紧的，把这脏东西抬出去烧了去。叶院长，您瞧见了，我是确实不知道把这屏风摆在哪里的好，实在是有辱斯文。但是这屏风可是上好的花梨木做的，很是贵重，我也不敢扔了或者烧了，只能将这东西还回来让您处理了。江穗最讨厌绿茶了，但是今天她着实是当了一波绿茶。最后江穗反正是没有留下来吃什么午饭，她很满意的就走了。走的时候，叶从文都没好意思和他多说什么，只是看向他一脸的歉意，还承诺自己一定会管好女儿。逆女，我是不是和你再三警告过，让你不要去招惹人家？你如今已经嫁作人妇了，你怎么还是这般胡搅蛮缠，不知廉耻？骆明一走，叶从文便再也忍不住，开始骂人了。哼，我不知廉耻，还不是父亲您逼的。我逼你？难道我做了那么多不是为了你好？你说说你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消停点吗？天天给我整幺蛾子！你现在已经嫁作人妇了，你做出如此荒唐轻薄的行为，你让洛明怎么看你？你又要萧家怎么看待我？我一生攒下的清誉，早晚有天毁在你手上。都说儿女是来报恩的，我看你就是来讨债的。父女俩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叶从文还是强势地履行了自己当爹的权利，他要人把叶叔独自一个人送去祠堂专门给他娘供奉的房间里，让他面对他母亲的牌位好好反省3日。初5这天是萧晴和宋婉的好日子，萧父和萧母坐在高堂之上，今日也是穿得很喜庆。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众人都开始齐声鼓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祝福的笑容，就连小旭旭都高兴得手舞足蹈的。这场婚礼是晚上开始的，一直折腾到了半夜，男人们都喝了不少酒。今夜苏燕青也在，白天他就抽空过来了。萧河川看出他心里有心事，还单独找他聊了聊。你一定要尽早解决身边的隐患，否则我可不放心将妹妹交到你的手上。我会在暗中助你，替你找到压制苏艳丽的方法，但前提是需要你狠下心才行。那便有劳贺传费心了。他选择接受萧河川提出的帮助，因为他信任萧河川有这个能力。
苏艳里的府邸中，每日都上演着宠妾灭妻的戏码。呀，夫人瞧着很是劳累的样子，我寻思着主君也没去夫人房中啊。廖氏干脆不想理他，见他不作声，罗氏便越发得寸进尺起来。这夫人瞧着气色挺好的，怎么还做出一副没精神的模样呢？一会儿主君见了，怕是又要不开心了。不过我倒是真羡慕夫人啊，每日只需要自己吃好喝好，府中的事情也不需要怎么操心，也没有孩子在一旁哭闹烦心，这皮肤细腻，气血充足，哎呀，当真是自己快活呢。廖氏这2日来了鬼水，心情本就烦闷，被他这么一激，直接就一个没忍住，抄起桌上的一把瓷勺就砸在了地上。廖氏正欲发作，说他没大没小，以下犯上，苏艳里就带着张氏来了。哎呀，主君，刚刚妾身不过是说了一句羡慕夫人气色好，竟不知哪里惹得夫人不快了，夫人发了好大的脾气啊！妾身倒是无妨，只是月儿还小，哪里经得起这般惊吓？若是那瓷勺碎片不慎刮到了她的脸，可如何是好？月儿是女孩子，要是脸上留了疤，对一个姑娘来说，那得是多大的不幸啊！我没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从本夫人一进来开始，你就明里暗里的说话刺我拱火，你少在那装柔弱扮可怜了，明明你才是始作俑者。你给我闭嘴！你一天天的在这府上什么都不需要操心，吃得好住得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要是不想坐在这张饭桌上，那你以后就别来，在自己的院子用膳即可，谁也碍不着你的眼。一大清早的就给我找晦气，好好的心情全让你给毁了。看吧，一个男人不爱你，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在他眼里看来都是惹人厌烦的。你就是有理，他也不想听你分辨，他全然不给作为一家主母的廖氏留脸面。在家中郁闷了几日，廖氏突然生出了出府去走走散散心的想法。既然做什么都是徒劳的，那人生苦短，他还不如先过好当下。哎呀，闹什么呀？没见本夫人正在观戏吗？一点好兴致全被你扰了。夫人恕罪，这字条是刚刚上茶水的小厮突然塞到奴婢手上的，等奴婢反应过来，他人都已经跑不见了，奴婢也不识字，不知道上头写了什么。他扯过纸条展开看了起来，本来以为是什么恶作剧，结果看到上面的内容以后，廖氏一整个都变得严肃起来，人都坐直了。走，咱们回府。夫人，发生什么事了？这戏才开场不久，可是您最爱听的那一出《凤求凰》啊。不该你问的别问，照做就是了。这些没吃的点心叫人包起来带走，拿回去分给院里的人。廖氏很快离开了戏班子，坐上了自家的马车回府了。看他步履匆匆的样子，在戏班子对面的茶楼喝茶的萧鹤川端起一杯茶一饮而尽。但愿这个廖氏是个聪明的，若是个沉不住气的蠢货，那可就枉费他这一番谋划了。现在的廖氏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人做事果然就是得有动力，尤其是在扳倒自己的死对头这件事上，尤为认真和豁得出去。他不管扳倒罗氏以后张氏会不会更嚣张，他只管先让自己心里痛快了再说。可是这事儿急不得，罗氏私通必然也是小心又小心的，不会轻易让他抓住把柄。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生了，是龙凤胎，大人孩子都平安。平安就好啊！萧家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萧冕更是直接哭了出来，就好像一直绷着的一根弦儿终于松散了下来。他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并不是看孩子，而是先看自己的媳妇儿。看他闭着眼睛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他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夫人累得没力气了，睡着了，她没什么事儿，二爷看看孩子吧。两个小家伙已经洗完澡，包上了襁褓，现在也在安安静静的睡觉呢。因为刚刚生产完，男人们进来不方便，就只有江穗他们几个女眷进来看了一眼，确定大人孩子都平安，又挨个抱了孩子以后，才都放心的回房去睡了。天光大亮，萧家众人才陆续来到周氏这里看望孩子，大家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给两个小宝宝的见面礼。我和月梅商量过了，两个孩子的名字就让小叔叔和小婶婶取吧。贺川是咱们家读书读得最多最好的，肚子里墨水足。再一个，我们两口子能得到这两个小宝贝，算起来也是多亏了四弟妹，沾了他的光。要不是当初他决定把苏二公子带回来救治，我们也不会间接得到福报啊，说不定到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呢。所以我们该谢谢四弟妹，以后孩子长大了，我们也会告诉他们，他们能顺利出生是多亏了小叔叔和小婶婶，一定要记得他们的恩情。而且也是因为四弟妹，咱们一家才能过上如今的好日子，才能让孩子们一出生就过着不缺衣少食的生活。所以孩子取名字的事情就有劳贺川和四弟妹了，意义更加重大嘛。
况且我和月梅肚子里那点墨水，生怕取的名字老土了，以后他们长大了怨我们可咋整啊？那我们可得回去好好想想才行了。他们是龙凤胎，这个名字必须要取得漂亮好听又有内涵，得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兄妹。没事，岁岁，他们还小，你和小叔子慢慢想，不着急。既然大名还得慢慢想，不说先想2个小名叫着吧。嘿，我来取小名可好？当初救燕青我也是参与了的，我这个当姑姑的取不过分吧？行，你取，你开心就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哥哥的话就先叫团团吧，妹妹就叫圆圆，团团圆圆，平平安安也可以。二嫂，你选一个吧。还以为他会取多么特别的小名呢，他一说出来，大家都不厚道的笑出了声。不是，你们笑什么呀？难道这2对小名的寓意不好吗？反正是乳名，也用不着太讲究吧。以后大了还是要叫大名的。好，挺好的，就叫平平安安吧。哥哥叫团团，听着不太英气，平平安安好，寓意也好。周氏赶紧捧哏，他觉得自己这2个娃娃从出生就这么受宠，他已经很满足了。平平安安多好啊，平平安安的长大。我也觉得平平安安好，哥哥叫平平，妹妹叫安安，就先这么叫着吧。新生命的降生代表着喜悦和希望，现在的萧家人可有的忙了。江穗和萧河川回去以后，便开始商量着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好。夫君，你来瞧瞧这2个名字如何？海晏河清，顺送时宜。正是。妙哉，那便就这2个名字吧，二哥二嫂肯定会喜欢的。哼，我厉害吧？岁岁真厉害。俩人立马带着2个名字去交差。萧冕夫妇都没有想到这2个人效率这么高的吗？江穗告诉他们，以后哥哥就叫萧时宴，妹妹叫萧时宜，海晏河清，顺送时宜。有了名字以后，萧父便带着这2个名字去官府给孩子上户籍文书。现在萧家唯一的一件大事儿，便是下个月萧逸的大婚了，2家都在紧密地准备着。本以为平静的生活会一直平静下去，但是这中间总要发生一点意料之外的小插曲。老人家饿了吧？哼，拿到一边去吃吧，我们呢还得做生意呢。这喝完了，把碗呢放到台阶上就行了，我一会儿来收。有吃的不吃，他也不是傻子。接过饼子和水以后，就连忙跑到一边的台阶上坐下来，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今儿来这老乞婆倒是挺眼生的，没见她来过呀。她也是真没礼貌，连声谢谢都没有。那老乞婆3两下把饼子吃完了，水喝完了，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小哥，能不能再给我个煎饼？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实在是饿得难受啊！求求你了。来，老人家吃馒头吧，饱得快。我们这个煎饼啊，单卖都要5文1个呢，没那么多免费的给你吃。过了好久他也不走，之后吃了馒头噎得慌，他又来要水喝。你说这要是个识趣的也就罢了，关键是他真的讨嫌。2个店小二看见他都无语了，让他吃饱了赶紧走，别挡着他们做生意。他也不听，反倒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蜷缩着打起了盹儿来。没办法，他们只能来告诉江穗，老人家醒醒。哎呀，啥事儿啊？他一抬起脑袋，脸上全是污垢。江穗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觉得熟悉。江穗，真的是你？赶紧离开这里，别逼我找人抬你走。他认出是陈金花以后，语气也是变得冰冷起来，一点也不想和他多说。江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可是你的养娘，虽说不是亲生的，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能活到现在，全靠我给你一口饭吃。以前咱们之间是有点误会，但是你也不能当白眼狼啊！你最好识相点，把我接回去。我不用你多孝敬我，管吃管住管穿就行。你要是不识趣，我就在这大街上嚷嚷，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白眼狼。陈金花，你怕是忘了，我们已经签了断亲书，你现在什么也不是，我也没有义务赡养你。再说了，你不是还有个宝贝女儿吗？怎么，她不管你了，叫你沦落到如今在大街上当乞丐的地步啊？那还有怎样？那都是发生在仙鹤村的事情了，谁能作证啊？反正我不管，你今天必须接我走，不然我就到处败坏你的名声。是啊，你也知道没有人可以作证，那谁能证明你曾经是我的养娘呢？凭你一面之词吗？而且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江穗在这条街上的名声，
这里可是冀州城，最不缺的就是你这种打秋风的玩意儿。你想嚷嚷，那就去嚷嚷呀！你看这满大街的人，是愿意相信你个老乞婆呢，还是愿意相信我？哼，劝你识相点，赶紧走，不然我一会儿真叫人抬你走。店里的火气没轻没重的，你自己掂量。你个白眼狼，白养你这么大了，飞黄腾达了就忘了自己的养娘了。你可别忘了，这门亲事还是瞧你姐姐的。大家快来看呐，这个白眼狼，要不是我男人大冬天把他从郊外捡回来养着，他怕是早就冻死了，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呀？如今倒好，自己大富大贵了，就忘了我这个养娘了。可怜我那相公去得早，把他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养着，却养出个白眼狼来，让他给我一口饭吃他都不愿意呀，还让人打我，真是苍天无眼啊！都说养恩胜过亲恩，你会遭报应的。萧娘子这么好的人，不可能像她说的这样吧？就是，我也不太相信。江娘子人美心善，就算是她做事绝情，那也一定是别人有错在先。这位老人家，你怕是认错人了吧？这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很多，你不能看我像你那位养女就赖定我了，那我可冤枉。我本不想与你为难，还好心给你水和吃食果腹，你却缠着我不放，还在这里败坏我的名声，这可太不合适了。你一面之词也没有证据，我完全可以将你扭送官府，逐出冀州城。江穗，你以为你不承认就行了吗？我能一一数出你萧家人所有人的名姓，这点你总赖不掉吧？我们萧家是在这条街上做生意的，算起来也有很长时间了，在外抛头露面，经常到我们家用餐的顾客们，有几个不知道我们的名字的？我们萧记在街上也算是有点名气，随便打听一下也能问出我们的名姓，这并不代表什么。我劝你还是别想打秋风了，赶紧走吧。要是再继续纠缠，我就是脾气再好也会生气的。就是，你个乞丐婆别太得寸进尺了，一把年纪了，沦落成这样，你子女都不想管你，可见你这个人得多没品德呀。萧娘子脾气好，不和你计较，你就赶紧走吧，别想着打秋风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没有打秋风啊。江穗，你好狠毒的心呐，你会遭天打雷劈的。你这老乞婆，既然和你好好说你听不进去，那大家伙也看见了，是他出言诅咒侮辱我在先，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们两个把他拎起来，直接扭送官府。陈金花一听要把他送官府，哪儿还敢继续待在这里呀？江穗就让他跑，压根就不慌。这老家伙跑也跑不出冀州城，如今他想要在冀州城找到他，简直不要太容易。这里的热闹才刚散了没多久，萧鹤川就来了。没哪里受伤吧？没受伤，就是把衣服搞脏了而已。依照陈金花的秉性，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继续找事。咱们也没那么多空闲陪她玩，她的事情就交给我去办，你无需操心了。把她赶出冀州城就行。到底我也得看在养父的面子上，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如今江巧巧也不知道去哪儿了，陈金花从小到大把她当成眼珠子似的宠大的，现在说不管她就不管她了，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两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只要她以后影响不到咱们的日子就行了。其实想要怎么做，他早就已经想好了，但是他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至于他想怎么做，以后江穗就知道了。萧鹤川打算来个先斩后奏，反正保他满意。萧公子，人带出来了，接下来怎么做？您吩咐。这些小厮都是路遥的心腹，也是保镖。萧鹤川，怎么是你？萧鹤川，你想做什么？你该不会想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吧？我告诉你，你这可是犯法的，要杀头的。把他的嘴堵上。陈金花被人拿了一团破布塞住了嘴，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两个眼睛瞪得老大了，里面写满了惊恐。萧鹤川他们是坐着马车过来的，他让小厮先把陈金花带到马车上，他则是走进破祠堂里面。两个小乞丐见他走进来，窝在角落里面瑟瑟发抖。你们两个过来。两个小乞丐很害怕，战战兢兢的，但是他们仔细看，又认出来了，他好像是萧记粉面中那个漂亮姐姐的相公。跟我出来。说完，萧鹤川就往外走。两个小乞丐对视一眼，跟在了他身后。拿着吧，藏好了，不到万不得已，别随便拿出来用，也别随便相信别人，怜悯别人，因为这世间的人心，远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丑恶。如今寒冬腊月就要到了，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能救命，以后饿了就继续去萧记领馒头吃。他也是看出来这两个小家伙心不坏，
去萧继岭的馒头自己都不够吃了，还想着照顾祠堂里面那几个和自己不相干的老乞丐呢。既然碰见了，那就帮一帮呗。人在最艰难的时候，谁都想有人伸手拉自己一把。但是萧河川没想到的是，自己突然生出来的这一份善念，会在不久之后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哎呦，公子啊，这年纪有点大了吧？不到50，做个粗使是完全够的。他经常干农活，力气是有的。人我白送给你，不要银子。你给他安排一个身份，到时候我再把人带走，你前前后后都有赚头。哎呀，行，就依公子你的，人我带回去调教好，过几日您再来领人，这送到哪里去您说了算。交易就这么达成了。如今到了钱嬷嬷手上，再不听话的也得听话，他有的是手段，叫他们听话。又过了几天，陆府的人过来了，陆瑶差人把陈金花买走，安排进了陆府的后院。以后他在陆府就是专门浆洗衣物的粗使，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婆子。陆府家大业大，全府上下加起来有将近40口人。好消息是以后有地方住了，有饭吃了。坏消息是以后这府里所有人换下来的衣裳全都带他们两个洗。江穗一直以为他是按照自己的打算，只是找人把陈金花赶出了冀州城而已。怎么，是我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吗？我没有觉得不妥，我只是在想，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好主意呢？哎呀，父亲，你真是太聪明了。我还以为我这么做让你不高兴了。我为什么要不高兴？还是为了陈金花不高兴？不至于吧，陈金花可不值得。你做得很好，我都没想到，不愧是你。那今晚可否……他朝江穗眨眨眼，后面的话他没说，让江穗自己体会。江穗一听，一整个脸蛋爆红，这家伙大白天的就整得人心惶惶的。冬月18这日，萧府再次张灯结彩，宴请四方来宾，给自己的3儿子办喜事儿。前一日，梁家已经在农场举办了嫁女宴，今日便是萧府办喜宴。梁翠翠为了这一天，以最美好的状态成为萧逸的新娘。这几个月以来，也是努力的让自己的体重又往下降了7、8斤。如今不到110斤的她，身姿窈窕，玲珑有致。她特意叮嘱陆家布庄的裁缝，帮她把喜服做小一圈，就是为了今天能穿上。毋庸置疑，她成功做到了。今天她是最美的新娘。如今萧逸办完了婚礼，萧家4个儿子就全都有着落了，只剩下妖女萧兰兰还没有完婚了。接下来也是时候和苏夫人见一面，商议一下苏燕青和萧兰兰的婚事了。骆明这日下雪以后，照常去了老地方。叶从文派去跟着他的人跟了他一路，发现他居然来到了冀州城最让男人流连忘返的一条街，进了一家名叫宁香阁的青楼。这简直是有辱斯文，作为白云书院的学生，竟然是日流连花街柳巷之中，像什么话？岳父大人，不知晚辈做错了什么，可否说个明白？你是当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还是在和我装傻？跪下，说说吧，你和那个叫胭脂的继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胭脂这个名字从叶从文嘴里说出来，骆明没忍住身子发颤，因为心虚而感到紧张害怕。不说是吧？那我只能去请那个胭脂过来，让他自己说了。不，看来你还挺在乎他的。那我的叔儿又算什么呢？他从寺里回来受了那么多的苦，这么多天了，你从不过问也就罢了，连看都不去看一眼。我知道这门婚事非你所愿，你心中有邪在所难免。可是你别忘了，你们骆家可是拿了我整整1万两银子才翻的身，如今缓过来了，就想翻脸不认人了。都说在其位谋其职，你就是装装样子也说得过去。可你呢，装都懒得装一下。难道我叶家人在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叶家的恩情，我永远铭记于心。只是我说服不了自己的心。岳父大人应该很清楚叶叔的脾气。自从成婚以来，他又何曾正眼瞧过我？新婚第1天就给我难堪，给我下马威。我是上门女婿不错，可我同时也是个男人，我有自己的尊严和傲骨。他从不曾给我应有的尊重。但我对胭脂的感情是真的，岳父大人有什么不满，大可发泄在我身上，还请不要伤及无辜。事已至此，骆明不承认也不行了，那干脆就实话实说，坦诚一点。要打要罚，悉听尊便。但胭脂是无辜的，她也是个可怜人。岳父大人总不能对一个无辜的女子出手吧？想要我不为难那个胭脂也不是不行，但你得答应我提的要求，并且做到。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盘算着要怎么把他赎出宁香阁吧？我已经打听过了，给他赎身要3000两银子。以你们骆家现在的实力，要一次性拿出3000两出来，怕是有点肉疼。你爹肯定不会同意。但如果你能做到我提出的要求，我倒是不介意替你出了这笔银子，把胭脂赎出来，替你安置好。什么要求？您说，只要我能做到，必定竭尽所能。你近几个月在书院的表现令我十分不满意，大考策论成绩一落千丈，你可曾反省过自己？我原本十分看重欣赏你的才能，可如今你沉迷于儿女情长，自甘堕落。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便是秋闱，你到时候能否考中，获得参加春闱的资格都未可知。我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下个月大考你必须回到前10名的成绩，并且明年秋闱考中举人，届时我自会履行承诺，将胭脂从宁香阁赎出来，并且将她安置在我名下私宅之中，以后她便是你的外室。我不要求你第一次参加秋闱就一举获得前10甲，前30甲便可，但如果你能拿到春闱的资格，我还可以做主将胭脂抬为你的妾室。我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你能否做到？叶从文选择了他做自己的女婿，那他肯定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辈子就这么废了。好，我答应岳父大人，一定会努力考中举人。我相信你的实力，你的底子并不差，但是这个月的大考马上就要到了，我希望你能重新回到前10甲的名次。在此期间，你不能去见胭脂，可能做到？叶从文不逼他一把，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现在离月底大考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他得努力补上这个月落下的功课，备战月底大考。上个月他的成绩掉到了第16名，可见自己这几个月的确是在虚度光阴。萧老爷、萧老夫人，可算是把你们盼来了。府中已然准备好了席面，天冷路滑，当心脚下，请随我进府烤火取暖，喝杯热茶先吧。苏夫人实在是太客气了，我们都是俗人，不用太过讲究。见过苏伯母。哎呦，兰兰，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用如此客气。众人随着苏夫人进府，苏艳礼夫妻正在陪着苏老爷子说话。虽然苏老爷子和苏艳礼这个孙子也没什么好说的，从小这个孙子就和自己不亲近，而且他打小心思就深，苏老爷子对他也喜欢不起来。相反，正是嫡出、生性纯良又勤奋好学的苏燕青更得他的欢心。你这又是哪根筋不对劲了？少在外人面前给我丢人了！夫君，如今可不是我给你丢人，而是你的爱妾罗氏，今日趁着您不在府上，竟然与外男光天化日之下行苟且之事，被我的人给抓了个正着。我的人进去之后，两人正赤身裸体，天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你别在那里胡说八道，这不可能。可不可能的，夫君若是不信，大可自己回去亲眼看一看，审一审。反正今日这场合也没咱们什么事儿，咱们也是多余的。苏艳离此刻这拳头已经攥得死死的了，他能坐得住才有鬼了。于是立马跑去找到了苏老先生，说自己手头上出了点急事儿，必须要去处理一番，就先带着廖氏走了。萧家这边丝毫没有注意到少了2个人，只有萧鹤川不同，他早在席间就注意到了廖氏的状态，他的神情还有细节的表现都在证明一件事，他撒下的鱼儿已经咬钩了，很快苏燕青那边就能收到好消息了。苏燕青这边也是第2天就收到了燕县传来的苏艳礼府上最新的消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得知了昨天苏艳礼匆忙离城以后到底回去处理了些什么事情。鹤川，你说这件事情对我极为有利，不知该从何说起，你又是如何得知如此隐秘之事的？这件事说来也是巧合，前几个月我在街上偶然碰见过苏艳礼带着她的小妾还有女儿上街游玩，于是便记住了他们的样貌。之后不久，我又看见她这妾室私底下偷偷摸摸的与外男相约，于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于是我想法子将此事捅到了苏艳礼的正室夫人廖氏那里。自古但凡是后院有几个女人在身边伺候的，基本上都少不了明争暗斗，稍微一打听便能知道廖氏在府中的处境不好，不受苏艳礼宠爱，又无子嗣。他得知此事之后，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抓到罗氏的把柄。那鹤川，依照你的想法，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找人在方氏将他家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宣扬出去，传得越激烈越好。按照苏艳礼的脾气，罗氏给他蒙羞，他定然不会轻易放过。但是在大庆，除非是处决自家的奴隶，奴隶犯了错可以随意打杀，但是他的妾室还有那奸夫可不是奴隶，他如果私下里处置了他们，
那便是草菅人命。咱们得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相信过不了几天，苏艳里的府上一定会传出罗氏身染疾病暴毙的消息。你找人盯着点，看他会将尸体怎么处理，最好是能掌握地点，开棺验尸。一旦是掌握了证据，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在大庆，草菅人命的罪名可不轻，一旦是坐实了，就算是他苏艳里也得偿命。还有，在方氏散播的流言，你得按照我的说法去做。贺川，你但说无妨。于是萧贺川便把他早已经准备好的说辞复述给苏燕青听，让他的人按照自己的说法去传播苏艳里的谣言。有时候怎么赢的并不重要，该耍手段心机的时候就得耍，也别拿什么是不是正人君子所为说事儿，毕竟他说的可都是事实。苏燕青背后有高人指点，这手段简直太硬核了。虽然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管用。苏艳里栽的是彻彻底底，如今只能寄希望于苏老先生身上，看他会不会看在自己是他亲孙子的份上，想办法救他一命了。大庆律法森严，天子犯法亦要与庶民同罪，他手上一下子2条人命，就算是死罪可免，但这牢狱之灾也免不掉了。罗氏的尸体刚刚下葬，虽然出殡的时候当着外人的面用的是棺木，但是苏艳里觉得便宜他了，所以到了地方以后，把棺材就换成了草席，就这么草草给埋了。尸体被挖了出来，仵作当场验尸，发现罗氏的死法与吴大一模一样，甚至还发现他在生前腹部遭受了很暴力的踢打，导致了严重的内伤。苏老先生这边听说了苏艳里被府衙扣押的事儿，并没有表现得太过于震惊，因为他一直知道自己的2个孙子在暗中斗法。苏艳里曾经几次对苏艳青痛下杀手，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仙鹤村的那次，差点苏艳里就得手了。对于这个庶出的孙子，他早已经失望透顶。他没有选择去见苏艳里，而是传话让司马大人秉公执法即可，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有了萧鹤川出谋划策，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便将苏艳里给彻底斗倒，这一仗不可谓赢得不漂亮。现在萧鹤川可以放心的把妹妹嫁到苏家了。都会有你们，否则我一定不会像今日这般完完全全的站在这里与你开怀痛饮。如今诸事已了，我想把和兰兰成亲的事情早日提上日程，将日子定下来。贺川觉得如何？自然，但是日子也不必定得太过匆忙。兰兰是家中独女，想来爹娘也是不舍的，能让她在家多待一段时日便是一段时日吧，最好是秋闱以后。这是自然，我会回去和母亲好好商议，8抬大轿，10礼红妆，风风光光的迎娶兰兰进门。苏夫人早就已经清点好了聘礼，就等着下聘了。苏燕青是嫡子，她的婚宴到时候肯定会操办的极度风光。苏燕青知道萧鹤川的打算，晚点就晚点吧，正好到那时候她也差不多处理完一切事宜，可以安安心心的等着当新郎官了。爹爹说我蛇蝎心肠，那你怎么不反省反省自己呢？我是你爹，何时轮到你来教训我了？我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考量，又何须你的智慧？哼，替自己的女婿养外室，还瞒着自己的女儿，你图什么呢？哦，让女儿猜猜看，是因为图那个贱人那张和你亡妻相似的脸吗？哼，爹爹自诩文人墨客，品德高尚，原来也会惦记自己女婿看上的女人啊！你不嫌恶心吗？叶从文一巴掌就狠狠地落在了叶叔的脸上。你打我！爹爹这般激动，是因为被女儿说中了吗？你放肆！你看看你现在的德行，那是你娘为了生你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到你嘴里却连个尊称都没有，你就不怕他9泉之下寒了心吗？他若是有心，为何要日日在我梦中纠缠我，要追魂索命？叶叔完全被那虚伪的梦魇给洗脑了，他现在对他亡故的母亲没有丝毫尊重的意思。叶从文气得很了，也不想再与他争辩什么，失望的拂袖离去了。叶叔却还是不愿意消停，他随即唤来了如星如月。胭脂的事情洛明知道了吗？回小姐的话，明年是新科，姑爷这些时日都在用功读书，备战即将到来的秋闱，已经连续几日宿在书院，不曾归家了。很好，先不让他知道，让我那爹先好好去那贱人面前献献殷勤，
哪天选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让他自己亲眼看看自己喜欢的女人和自己的岳父走到了一起，那才有趣呢。叶舒疯了，真的是完全疯了，唯恐天下不乱的那种疯。他疯起来没有理由的要撞死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爹。小姐，您的脸如何了？如何了？你自己没长眼睛看不见吗？还多嘴问，还不去找药，留着你是吃干饭的吗？今晚不许睡觉，给我在外面跪上一夜再说。如月都已经格外小心了，还是撞到了枪口上，平白无故受了责罚，只能认命的跪了出去。这天气这么冷，或许晚上还会下雪，这么跪一夜，还不得冻出个好歹来。年关终于到来，大年30这天晚上，萧家人在一起守岁，一大张圆桌坐满了人。今年是咱们在冀州过的第2个年了，咱们家今年还新进了几口人，瞧瞧，一个个红光满面的，多热闹，多喜庆啊！希望以后每一个年，咱们一家人都能这么齐聚一堂，平平安安，欢声笑语的。我这个当娘的是没什么墨水，说不出几句上得了台面的漂亮话，所以废话就不多说了，先吃年夜饭，再发压岁钱，一会儿大家一块上街看灯会去。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吧。他这模样整得大家伙都跟着笑了起来，然后互相都道着新年快乐。下半年因为没有什么大支出，两家萧记的铺子总营收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0两银子。萧母把江穗的私账给垫上了，手上还存了700-800两，现在就是想准备好好攒着，来年兰兰成亲了，也好给她备上一笔丰厚的嫁妆才是。到时候苏府那边的聘礼规格定然是不会少的，那他们家这边也不能太小气了。临近出门前，萧鹤川拉着江穗回到房中，说是有东西要送给江穗，搞得神秘兮兮的。你又上哪得了什么好东西啊？还弄得这般神秘？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江穗打开了盒子，里面安安静静的躺着一对精致的鸳鸯佩，是一对的。这鸳鸯佩不便宜吧？快说花了多少银子？你也真是，送我的东西已经不少了，我都带不过来了。这不是花银子买的，你还记得我在进入白云书院前参加的第1场试会，谢家试会吗？当时的彩头里面便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我给藏了起来，所以你不知道。我当时想着，你在我们家受了苦，付出了许多，而我也没什么能给你的，所以就留着这块美玉。这一年来自己亲手雕琢出这一对鸳鸯佩，当做你我的定情信物。你亲手雕的？怎么，你不信啊？没有不信，我只是在想，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你会的东西也太多了吧？那可就多了，以后娘子会慢慢知道的。萧鹤川说着，拿出其中一枚雕刻着江穗名字的鸳鸯佩系在他的腰间，另外一枚他则是系在了自己的腰间，这是他们俩的定情信物。若有来生，希望你我还能做夫妻。俩人出了院子，江穗提起了自己想在南街开一家特色酒楼的事情，也说出了自己的苦恼。我想在南街那边开一家特色酒楼，做精致菜，当做我的私人产业。银子我都准备好了，前不久婉宁给我带来了5000两银票的分红，想来是够了的。可以啊，我们家穗穗居然不声不响的就存这么多银两，这般低调啊。这才哪到哪，至少要翻个10倍才行。5000两对于江穗来说的确不算多，搞钱这种事情当然是多多益善。娘子志向远大，为夫佩服不已，所以为夫相信你，但凡是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做成，且做大做强。酒楼我是一定要开的，但是眼下的问题是，如果我把这酒楼开起来，日后的盈利定然不是一笔小数目。你又即将科举入仕，我相信以你的能力，日后金榜题名走上仕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识路者不与民争利，这是大庆的明文律例，不得不遵守。而我又是你的妻子，那我要是还是做这么大的生意，岂不是影响你的仕途了？这是犯法的。所以我就想着，如果能找个挂名的合适人选，那就好了。这人选不能是咱们萧家人，我们都是你的直系亲属，对你而言，生意做得太大都不利。所以我十分苦恼，要去哪里找这样一位既信得过又有能力的挂名者，好让我做那幕后的东家。穗穗，其实有一位人选十分合适，就看你愿不愿意了。谁啊？我的老师仲云先生。仲云先生，
怎么说？老师如今已过不惑之年，大半辈子孑然一身，膝下也无子女孝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心里，他不只是老师，也是父亲。你想要找个挂名者替你担下酒楼的归属权，又希望对方信得过、靠得住，那么老师便是最好的人选。他已经不在仕途中，自然不受大清律例束缚。刚好你也是无父无母之人，你可以认他做干爹，以后老师便是你的娘家人。那么我作为他座下唯一一名挂名学生和干女婿，以后孝敬他，为他养老，便是理所应当的。老师对我毫无保留，那我自当对他毫无保留。他信得过，也靠得住。你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可否愿意？愿意，当然愿意了。能认仲云先生为干爹，那是我的荣幸和福气。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属实是高攀了，我倒是怕先生不愿意呢。他不会不愿意的，我了解他，而且老师对你的印象和评价向来极高，说你是个极为聪慧能干的女子，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时常教导我务必珍惜。我闲暇时和他聊天，也和他说过你的身世，他说你是个可怜的孩子，以前还曾主动说过，若是你愿意他给你当干爹，但我只当是他的戏言。如今这个节骨眼倒是话赶上了，那咱们干脆就促成这桩美事。过2日呢，我去给老师拜年，你同我一起，咱们就把这事给提了，如何？萧河川没骗人，这事儿仲云先生的确说过。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了，相信我。萧河川说可以，那就一定可以，他只需要无条件的相信他家未来的首辅大人就够了。哟，四哥又送4嫂好东西了，真是好生让人羡慕。这可是你四哥花了1年的时间，自己亲手雕刻的一对鸳鸯配呢。萧兰兰立即发出了啧啧声，眼神里面充满了戏谑之意。你别总说羡慕啊，未来的妹夫对你也不差，隔3差5就差人给你送好吃的好玩的，我看你才是最应该被羡慕的。众人有说有笑，互相调笑着就出了府，一行人浩浩荡荡的，萧父萧母也跟着去了，被孩子们围在中间，众星捧月。按照这发展趋势，萧母曾经说过的，自己以后多少也得混个老太君当当的话，怕是要不了几年就要成真了。灯会果然是热闹非凡，今儿个不管是哪条街上都是人潮涌动，尤其是富人区这边，那叫一个霓虹璀璨。街道到处都挂着5颜6色的花灯，衔接在正上方，夫人小姐们都出来活动了。各家酒楼都有活动，但最令人期待的还得是由谢家举办的花魁游船。最有名的一位花魁娘子乃是春风楼的睡云天姑娘。城西城北这边的灯会还是一如既往的颇具烟火气，最地道最接近现实的。今夜街上不设限制，许多小商贩在街上找了摊位卖些小玩意儿，吃的喝的玩的应有尽有。萧姐这一行人里面，除了梁翠翠看过几次灯会，大家伙还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济州城。让我瞧瞧，这位俊俏的小娘子可是我家兰姑娘。你怎么认出来的？若是连自己的未婚妻都能认错，那我生这双眼岂不是成了睁眼瞎的摆设？他这么一回答，萧兰兰立马扑哧一声捂着嘴笑了，心里面跟灌了蜜糖似的开心，就连一边的姜穗都被甜到牙疼的那种。夫君，这可如何是好啊，我牙疼。可是吃了什么甜腻的东西所致？是啊，这不刚刚吃了一把某人的糖吗？牙都快给我腻掉了。瞬时2个人的脸都不自觉地红了。好了，不要打趣他们了，咱们各玩各的去吧。于是乎，萧家人基本上都是2两一组分头行动，除了大哥家里是一家4口，不，现在是一家5口了。大嫂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宝宝呢。今儿个晚上，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玩，高高兴兴的买，不需要担心手上银子不够使。努力做生意，一年到头每天起早贪黑的赚钱，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城南这边相较于城西没有那般的嘈杂，这边看起来就像更加贴近于现代的高层圈子聚会一样。穗穗，你一起看一圈下来，看上哪家酒楼的彩头了，为夫去替你迎来，可好？我都可以，你看着办吧。萧鹤川一眼便相中了悦来酒楼的彩头，一副蕾丝金凤的步摇。哇，好漂亮的步摇！想要吗？姜穗点头如捣蒜，十分期待地看着他。谜面是细雨春灯夜色新，酒楼花市不胜春，和风欲动千门月，醉倒东西南北人。打一实物。莫非是谢？
如此高雅有意境的谜面，谜底怎么会是蟹？这位兄台怕是猜错了。就是，怎么可能是蟹？绝对不可能！掌柜的，你倒是快说呀！这位公子猜的对不对呀？掌柜的终于不再卖关子了。恭喜这位公子，这只蕾丝金凤步摇归您了。金钗配美人，这步摇与您夫人甚是相配。掌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众人哗然，没想到这谜底还真是蟹呀，万万想不到啊！萧鹤川将步摇双手递给江穗，江穗笑得那叫一个甜。咱们悦来酒楼今晚刚好有新鲜的螃蟹，带膏的那种。如果有感兴趣的贵客，请里面上座。这肥蟹数量不多啊，先到者先得。掌柜的，你可莫要骗人啊！如今这时节哪来的蟹膏啊？若是我们去了没吃到膏，那我可是不付银子的啊！那是自然，今儿个是大年夜，普天同庆，绝不弄虚作假。倘若是有一只蟹没膏，一整桌都免单。我说的。限量，咱们也去吧，来都来了，凑凑热闹再走。江穗是二话不说，拉着萧鹤川的手，边说就边往里面走，兴致勃勃的样子。殊不知，从他们两个出现在悦来酒楼的门前时，坐在楼上雅座静静观看着下面热闹灯会的叶舒，却是极度的红了眼。一边的如心如月看着自家小姐看向萧公子夫妇那淬了毒般的眼神，顿感不妙。但是现在又不知道找什么理由去报信儿，因为他们夫妻俩就坐在大堂，叶舒坐在上方，把下面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他们俩根本找不到机会去通风报信儿。这个时候，叶舒正在思索着自己应该想个什么办法把萧鹤川给支走，让江穗落单。想了一圈，也实在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其实他也不必局限于今天晚上就把这仇给报了，反正只要江穗一日还在冀州城，他总有机会下手。恶念的种子一旦埋下，就只等着有一天生根发芽了。小两口吃完了蟹，结账出了酒楼，彼此相携，又去护城河两岸看了花魁跳舞。江穗看着周围的男人们一个个满脸激动的样子，特意观察了一下萧鹤川，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结果见他居然盯着那水云天姑娘，目不转睛的，还微微皱眉。好看吗？那自然是不及你半分的。他刚刚之所以盯着水云天失神，其实是在想事情。听到周围的人说了他的名字，又联想起了上辈子发生过的一些事儿。他觉得这个水云天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那位的人了。只是如今应该还不是那位的人，因为水云天还尚在风尘中，无法脱身呢。随着花船渐渐远去，夫妻俩也没什么兴趣跟着一群人追着跑，而是继续在街上瞎溜达去了，时不时就去拿个彩头啥的，出来一趟还赚了不少。大年夜那天晚上说好的，萧鹤川要带着江穗去给仲云先生拜年，顺便和他说认他做干爹的事情。没事，老师你又不是没见过，他很平易近人的，而且他对你的评价素来就不错。萧鹤川都已经想好要这么说了。江穗点点头，跟着萧鹤川来到白云书院仲云先生住的广贤堂。仲云先生猜到他今天会过来。老师，新年大吉，我和穗穗来给你拜年了。哎呀呀呀呀，快起来啊！整得这么隆重做甚？外边冷，就知道你们今天要来啊！炉子都给你们烧好了，来，快进去，进去烤火去。夫妻俩跟着他进了屋里，满室飘着茶香，让人身心舒适。新年大吉啊！来来来，红包拿去，图个吉利，来年新科金榜题名，如果再能添个小的就更好了。这红包就是祝福，长辈对晚辈的祝福。这年一过，你便去把秀才给考了，成了秀才才能有资格参加秋闱。老夫要求你拿下按手的名头，你可能做到？学生定不负老师厚望。穗丫头年岁几何了？虚岁17了。17呀，好美好的年纪啊！如果我要是有孩子的话，估计年岁应该比你们要大上几岁啊。郑愁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认干爹的事情了，这倒是话赶上了，老师居然主动把话题往这上面给带了。老师，那您要女儿不要？什么要女儿不要？这臭小子在说什么？见老师满脸不解，老师，穗穗想认您做干爹，
您意下如何？原来是这样，吓他一跳。这小子说话咋还大喘气儿呢？可以啊，如果你说的真的话，那可是真的太好了。自然是真的。岁岁，你看，我就说老师定然不会不愿意的。刚刚他来的时候，心中还万分紧张呢，现在大可放心了。这既然要认干亲啊，那该少的流程便不能少。只是我也不喜欢大操大办，就一切从简即可。咱们自家人定个日子，一块坐下来吃个饭啊。届时我会给碎丫头赐字，喝了碎丫头敬的茶以后，这干亲呢就算成了，可好？一切单凭老师做主。萧河川知道老师此生没有子嗣，对他来说一直都是一种遗憾。但他人过中年，又不想再娶续弦，一直将心底那份纯粹的感情留给自己的初恋。至于江穗想借他的名开酒楼的事情，他决定还是得先知会老师一声。仲云先生听了夫妻二人的解释，思索了片刻。这想法和眼界，就算是从小被着重培养的名门千金，也难有这般的悟性啊！难道他是天才？碎丫头能考虑到这些，也说明他为你花了心思了。你们想做什么尽管去做吧，不过是挂在我名下罢了。但是我有言在先，除了挂名以外，我可帮不上什么忙。对于做生意的事儿，我懂得不多。先生，不用您帮什么忙，就只需要将酒楼挂在您的名下即可。以后盈利了，每个月还会给您1成分红，算是晚辈孝敬您的。挂名可以，分红就不必了啊！我一把年纪了，也不缺银子花。你给我再多的银子，我以后也不能带到地底下去啊。所以我就不要什么分红了，只要你们小两口日后飞黄腾达了，别忘了我这老师就行了。学生定然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我和穗穗便是您的家人。上一世没能做到的事情，这一世萧河川定然要填补上这所有的遗憾。三人商量了一下，这认亲礼便定在元宵那日，届时大家伙一起吃顿饭。见证人的话，就请苏家的苏老先生做见证即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元宵节这日，仲云先生在飞花楼订了2桌酒席，请了自己在冀州的好友一同来见证自己的认干亲仪式。女儿给干爹请安，愿干爹福寿永康。你继任了我做干爹，那为父今日也为你准备好了一个小字啊，名唤年年，与你名中的岁字正好相互呼应。愿你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平安喜乐，百事无忧啊！年年多谢父亲赐字。江穗说完，再次给他磕了一个头。这一声充满了感情的父亲，叫得仲云先生差点当场老泪纵横。以后年年就是他的小字，这个小字只有亲近之人可以叫。仲云先生姓薛，单名一个林字，以后在外面，江穗也可以告诉别人自己叫薛年。江穗如今认了仲云做干爹，他开酒楼的事情也可以提上日程了，开始着手操办了。但是他不会出现在人前，一切都在幕后进行，为以后的路做打算。怎么，今日你们这是专门来看我笑话的？你已经赢了，大可不必如此羞辱人。都是你爱吃的，还有酒。今日我来看你，不只代表我自己，也是祖父的意思。祖父年事已高，他不好到处奔波，酒菜都是他给你准备的，老人家的一番心意。心意？他若是真的看中我，又为何不管我呀？从小到大，他正眼看过我吗？不管是他还是父亲，他们的目光还有重心永远都在你身上。我算什么？我走到今日这一步，还不都是他们的偏心所致？难道庶出的孩子就不配被重视吗？我们同样也很努力，也很上进，但就是因为是庶出，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比不上你们这些所谓的嫡出。苏燕青就这么波澜不惊地坐在那里，他就这么看着苏燕里的眼睛，平静地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当初我在仙鹤村没有被人所救，回来以后如你所愿成了一个废物，你若是掌权以后，你会怎么对待我？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我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母子俩赶出苏家，从族谱上除名，再为我母亲证明。走到今日这一步，本就是你自作自受。
从一开始，父亲和祖父对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是自己的问题。你若是诚心待人，人也会诚心待你。可是你自己想想，从小到大，你对我使了多少小心眼，其实父亲他们都心知肚明，但却没有拆穿你。逐渐的，你的心机和城府也致使你失去了他们的信任。还有我母亲，她也不欠你的。你打小没有娘亲，我母亲嫁到苏家来以后，虽然对你谈不上多喜欢，但作为一家主母，从未对你这个庶子缺衣少食，在你籍贯之年，也是尽心尽力的为你操办。后面你成亲准备的聘礼，也是以嫡出的规格给足了你脸面。嫂嫂虽然不是你心中中意的女子，但也是正式嫡出的千金小姐，算是低价于你。她是母亲与祖父多番商议过后亲自为你挑选的。廖家是富商，门第不算低，也并没有嫌弃你庶出的身份，把唯一的女儿嫁于你。嫂嫂进门多年无所出，实则并不是她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你乃天生绝嗣，这辈子本就不能有孩子，但你却宠妾灭妻，搓磨于她。你入狱以后，她为你四处奔走，磕得头破血流，等来的却是你一纸休书。你哪怕到死，也不愿让人过得舒心，过得安宁。我真为她感到不值。如今想来，你本来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不管从前如何，你我还是会走到今日这一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苏燕青高估他了，本来以为能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但如今看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索性他起身掸了掸身上的灰尘，便出了监狱，徒留苏燕里一个人呆愣地坐在地上。他笑了，笑得癫狂，随即笑着笑着又哭了起来。哎，慢点，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哥哥呢？恩人，大事不好了！姐姐他被坏人抓走了。姐姐？就是恩人您的娘子被坏人抓走了。小乞丐将自己看到的都一一告诉萧河川，并且告诉他哥哥悄悄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一起去了，但是不知道去了哪里。萧河川暂时没有空去想到底是谁在打击报复，而是先思考应对方案。正好司马府衙就在跟前，他毫不犹豫地折返回去。这位考生，府试已经结束了，府衙不允许随意踏足。我要见司马大人，我家娘子遭歹人绑架，下落不明，我要报案。司马大人正好带着今日所有的考卷，准备去面见刺史，就听见衙役来报，有人要报案。见到萧河川的时候，司马大人一眼就认出来，他是今日那位写出完美考卷的考生，所以印象十分深刻。在听了他的描述以后，便派了衙役出去找人。根据小乞丐提供的失踪位置，开始扩大搜索范围。萧河川也跟着一起找人。现在是大白天的，那几名歹人将人绑走，绝对不会走人多且目标明显的大道，所以往偏僻的地方去找就行。至于他们的目的是谋财还是害命，那就不得而知了。而另一边，乞丐哥哥尾随着那几个歹人一路来到了十分偏僻且年久失修的供奉神明的小破庙。这貌美的小娘子就赏给你们几个了，可得好好伺候她啊！这不太好吧？妈的，瞧你们那窝囊样子，连送上门的都不要！哼，放心吧，这小娘子还昏迷着，一时半会儿醒不来，随你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记住啊，别把人弄死就行。你们不会害我们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们无权无势的，可没有招架之力，别无故还搭上了自个儿的命。此时躺在地上的江穗微微动了一下，眉头痛苦地皱起。他睁开了一点眼睛，却全身无力，迷糊中好像看到几道人影站在那里，依稀还能听见他们的对话。赶紧把事儿办了，然后拿着银子出城，去别的地方讨生活去。到时候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就知足吧。这样的好事可轮不到别人。行，几位大爷，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事情办到位。那几个歹徒见状对视了几眼，然后出了这破庙。他们完成任务了，就该撤退了。反正越早离开越好，后续出什么事情也查不到自己身上。你们要干嘛？不许动他！哪来的死崽子，滚开，不然老子打死你啊！不滚，我就是不滚！你们不许欺负他，我恩人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狗东西，你放个屁！先别管有没有放过我们，
老子今天铁定不会放过你！给我打死他个小畜生，干坏老子好事儿！几个年轻的乞丐被激怒了，就开始对着小乞丐拳打脚踢。小乞丐一咬牙，心想：如果不是萧家，自己怕是早就饿死了、冻死了。反正这恩情他得还，心里也期盼着弟弟赶紧找人来救他们。住手！我不管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可以谈条件，我可以给你们更多的银子。见江穗已经醒来，几名年轻的乞丐停下了手脚。你刚刚说什么？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我说，刚刚那几个人给你们多少银子，我可以给你们双倍，如何？真的啊？姐姐，千万别给他们银子，他们都是坏人。你别怕，我弟弟已经去找恩人报信了，他很快就会带着官兵来救我们的。一听说报官了，这几个年轻的乞丐哪里还坐得住啊？当场便吓破了胆子。这可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可什么都没做，银子我们也不要了，是别人保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说完，几个年轻的乞丐便慌不择路的就跑出了铺庙。他们反正都白得了10两银子了，又不亏，都这个时候了，还是先跑吧。等到官兵真的来了，那可就真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江穗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安全了，他全程有点懵，自己突然被迷晕带走，醒来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然后就突然安全了，真无语啊！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锦鲤体制？哪怕面对绑架，这些人也会被强行降智。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了，你怎么样？先别乱动了，等着人来救咱们吧。姐姐别怕，我会护着你的。江穗问了小乞丐才知道，原来刚刚是正好自己被绑架，被他们兄弟2个看见了，不然自己可就没那么好运了。他都不敢想，要不是小乞丐的话，自己将会面临什么。小乞丐蜷缩着，眼皮子眼看着就要忍不住合上了，他是真的太痛了。刚刚那几个年轻的乞丐下手压根儿就没留情，他又因为长期的居无定所，没有足够的营养摄入，身体本就不如一般的同龄孩子，被这么打一顿根本就受不住。江穗怕他睡过去，只能一直和他说话，吊着他的精神。以后你们兄弟2人就跟着我吧，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们一口饭吃。姐姐，今天我做这些都是我自愿的，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只要以后每天还有馒头吃就足够了。放心吧，你们2个我还是养得起的。反正萧府还有那么多空房子，给他们2个一个容身之所也不难，无非是多添2套碗筷而已。2个孩子又吃不了多少粮食，而且都是好孩子，要是好生教养一下，以后长大了说不定还能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呢。2人正说着话，外面响起了一些动静，是司马派出来的衙役找过来了。他们在破庙里面发现了江穗和大牛，立马通知人去找萧河川。萧河川带着小乞丐一路跑过来，多亏了有大牛在，是他舍命护住了我。他现在受伤有点严重，赶紧送他去看大夫，别再耽搁了。刚刚看到官兵过来，大牛才放心的晕了过去。2牛一进来看见哥哥晕倒了，跪在那里哭得不能自已。劳烦帮我把孩子送去积善堂救治。衙役们点点头，然后将大牛从地上给捞起来，送去了积善堂。萧河川也准备带江穗去一趟，给他好好检查一下，不然自己不放心。路上，江穗发现他抿着唇也不说话，眼角红红的，就判断他是不是哭过，但是他又不好问，只能将头埋在他的胸口靠着，感受着这份独特的安全感。到了积善堂以后，里面的大夫见是萧河川来了，于是便特意派了一个坐堂大夫专门服务于他。萧河川让他先给孩子看病要紧，因为刚刚在路上的时候，江穗说自己并没有受伤，只是中了迷药，身上无力而已。要尽量用最好的，银子不是问题，务必帮我把人照顾好。萧子夫人，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吧。您和萧四爷是咱们少东家至交好友，苏萧2家日后又是姻亲，您交代的事儿啊，我们一定会放在心上。有劳了。大牛要留在积善堂调理身子，江穗顺便对萧河川表明自己想要资助大牛、2牛2兄弟的意思，
贺川，我想收留他们两兄弟。大牛真的帮了我大忙，如果不是他拼命护着我，我只怕要被那几个乞丐给玷污了。反正咱们家现在也不差那2双筷子吃饭。我想的是，二牛和远哥年岁相仿，以后就让他跟着远哥做个书童，你看怎么样？至于大牛的话，他现在身子还没调养好，等他好了以后，再仔细想该给他怎么安排合适，好吗？就按你说的办。好在今日有惊无险，但是这事儿我不会让他轻描淡写的接过去，我定要让那背后之人付出惨痛的代价。萧河川说完，周身散发出一股子戾气，他的心中已然有了答案。叶府，你们说，现在江穗那个贱人，是不是正在享受我特意给他准备的极致乐趣啊？小姐，奴婢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啊，找人绑了江穗，把他丢到乞丐窝去了。你们说，那些乞丐会怎么对待他呢？什么时候的事情？如星如月表示自己毫不知情。他们是他的贴身丫鬟，叶舒要做这些事情，肯定自己是做不好的，得要有人帮他。可是俩人却并不知情，那么他是找谁做的？你们两个对我还有几分真心啊？他这么一开口，如星如月俩人瞬间犹如打鼓一般，他们还以为自己给萧公子办事的事情被发现了。小姐，奴婢惶恐，奴婢从小跟在您的身边伴您长大，对您的忠心日月可见呀。可是我平日里对你们非打即骂，你们难道心里就一点都不恨我吗？而自己找人绑架江穗的事情，之所以如星如月不知道，是因为前段时日叶书房里拨了一个新的丫鬟进来，这个丫鬟还挺机灵，眼里的野心毫不掩饰。不过叶书怕是要失望了，因为这丫鬟办的事儿的确不靠谱，她要是知道了结果不尽自己心意，那丫鬟怕是要惨了。如星如月的大脑高速运转，在思考着要怎么回答才是满分答案。就在这时，骆明来了。叶舒，不用想都知道骆明是为何而来，估计是已经知道叶舒找胭脂麻烦的事情了。你嚷嚷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对胭脂？你的心肠简直歹毒无比，他不争不抢的性子，如何就招惹到你了？他如何招惹到了我，你不应该是最清楚的吗？哼，他犯贱勾引我的男人不说，还连带着勾引我的父亲，老少皆吃，我不弄死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你胡说！胭脂和岳父大人是清白的，岳父大人只是见他生得像已故的岳母，所以才会对他多加照顾，根本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也就你这傻子才相信这种鬼话了。你自己作为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最清楚同为男人的心思到底是怎么样吗？尤其是面对女人的时候，也就只有你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绝对纯洁的情谊，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胭脂一个外室女，本就下贱，我作为你的正室夫人，虽然只空有一个名头，随意处置一个外室的资格还是有的。反倒是你，不过是我叶家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赘婿，倒还学着别人养起了外室。哼，最可笑说的是，你这外室还是帮他人找的，你不觉得自己头顶一片翠绿吗？如今来找我发脾气，怕是找错人了吧？叶家这父女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另外一个则是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他扬起巴掌就要朝着叶舒打下去。打？你怎么不打了？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你还是不是男人啊？你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男人。他跌跌撞撞地转身跑了出去，一路穿过花园，穿过长廊，直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没有一个人看见的情况下，他失声痛哭起来。而叶舒这边则是心情十分愉悦。如星，你现在去萧家打听一下，看看江穗那个小贱人被萧家赶出来没有。
如星正好也很着急，想知道萧公子那边是个什么情况。至少在他看来，萧公子可比叶舒好多了。他是个好主子，叶舒可不是。于是如星便出了府。出府前，如月还告诉他，一定要好好的和萧公子解释这件事情，他们并不知情，否则早就会提前告诉他，以作防备了。事情是昨天发生的，江穗没什么事儿，所以俩人就选择了瞒着家里人，以免给他们造成恐慌。二牛已经带回去了，萧母听说他们准备把二牛给远哥当书童，他表示支持。远哥也很欢迎二牛的到来，以后又多了一个玩伴。大牛还在医馆养伤，萧鹤川第二天照常去白云书院上课。与此同时，齐修远一大早便给他递上了一张大红的请帖，请他2个月以后来喝自己的喜酒。萧公子恕罪，小姐所作所为，我们姐妹二人并不知情。他仔细和萧鹤川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了，你起来吧。公子，江娘子可是安然无恙？她无恙，你可以回去和你们家小姐交差了。7日后再来这里来一趟，我有个东西要给你。听说江穗无恙，如星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江娘子要是真的有什么事的话，萧公子估计也不会这么淡定了。第二日，萧鹤川特意去找了苏燕青一趟，给了他一张药方。鹤川，你无故要这些药材做甚？你放心，我不会拿这些药材去害一些无辜之人。你若信得过我，便替我去寻来即可。我信你，我会尽快将药材凑齐给你送过来。如果你需要配药的话，也可以找我。多谢。以后都是一家人啊！我和兰兰的事情还多亏了鹤川的帮忙，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苏燕青办事是真的快，头一天才拜托他，第2天就把药材尽数凑齐送了过来。翌日是府试放榜之日，一大早，江穗和萧兰兰便拉着萧鹤川来到了司马府衙门口等着放榜。请问本次府试的案首萧鹤川可在？我就是萧鹤川。原来他就是萧鹤川呐，真厉害！哈哈，萧公子，刺史大人想要见你。刺史指明要见他，也不过是对这名年轻人感到好奇而已，所以想要见上一见，只是日常谈话罢了，并无其他。相信萧鹤川也能应付得游刃有余。再回到之前，萧鹤川和如星碰过面以后，如星便把自己打听到的消息告诉给了叶舒。当真一点异样都没有，萧鹤川和萧家人都没有一个有反应的。是的，小姐，萧家众人依旧一如既往的该做什么做什么。那个叫芬儿的丫鬟找的人并不负责，只把江娘子扔在乞丐窝就走了，好像是被人看见了，然后才报了官。那些乞丐害怕，并未对江娘子做什么。去把芬儿给我叫来。好家伙，看叶舒这表情，那个叫芬儿的丫鬟怕是要遭殃了。但是能怪谁呢？有野心却没有能力。芬儿被叫过去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漂亮，主子要赏她了。小姐，以后芬儿一定好好和如心姐姐和如月姐姐学规矩。你是该好好学点规矩了。我问你，我给你那300两银子，你都按照我的吩咐打点出去了吗？都按照小姐的吩咐打点出去了。可是，你让我白白亏了300两，事情却没有办成。我承诺你，事情办成了，便提携你到我房中伺候。可如今事情没办成，你说我要怎么罚你才好呢？不可能，他们明明告诉我，事情一定会办成的。可问题就是，事情没有办成，你还让我亏损了300两。如今我气也不顺了，你说我要怎么罚你，才能让我消气呢？小姐息怒，小姐息怒，奴婢愿意将功折过，还请小姐再给奴婢一次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怕不是觉得我是个傻子吧？小姐，这次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的，还请您再给奴婢一个机会，求您了，求您了！拉着点他，可别把脸给磕坏了，一会儿该卖不上价了，总得把我那300两给补回来才行啊。芬儿一听这话，还不等如心如月来拉他，他停止了磕头，小心翼翼地看着叶舒。
姐，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去联系一下宁香阁的老鸨，就说有个清官要卖给他，价钱的话好商量，别低于300两就行。唯一的要求就是别让他闲着。如心和如月同情地看了眼芬儿，这好好的当个小丫鬟有什么不好的，非得要作死，惹谁不好，却非要惹叶舒这个大魔王，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小姐饶了我吧，小姐我知道错了，您不要发卖我。舒心姐姐，舒月姐姐，你们救救我，救救我吧！最后，芬儿还是难逃被卖去宁香阁的下场，卖了500两银子。这个药，你每天晚上在他入睡之前，想办法溶于水让他喝下，剂量无需多大，一点点即可。公子放心，奴婢办事一定小心谨慎。如星带着任务急急忙忙地回了叶府，萧鹤川也准备折返回书院，但没成想一转身，拐角处便突然拐出来一个人。你就不怕我把我看见的都告诉叶从文？你不会，因为你也恨他们，不是吗？既然要整他们，那就下手狠一点，扳倒他们，以后我们就是朋友，算我骆明欠你一个人情。骆明这前后2句话直接给萧鹤川整笑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自信。萧鹤川没再搭理他，径直走出了暗巷。骆明也不恼，他反而很想见识一下萧鹤川的手段，想知道他会怎么整治叶家这父女俩。如果萧鹤川成功的话，自己就能有机会且有理由甩开这对父女俩了，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娶自己想娶的人。叶府那边，如星一直都有暗中给他传递叶舒的消息，他每个阶段的状态都在萧鹤川的掌握之中。根据最新的消息，萧鹤川觉得是时候下点猛料了。还记得上辈子叶舒在别院养的那些个面首，其中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叫柳怀凤，光是听这名字都给人一种轻浮之感。说吧，兄台，说说你的名路吧。我还是那句话，可以卖身，但是我可不卖命。不用你卖命，这对于你而言是件好事，你或许还应该感谢我呢。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你欠的那些银子我替你还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允许向别人透露出我的消息，还有你我之间的交易。你想让我做什么呀？说说看呗。于是萧鹤川告诉他，过几天会安排他和一个姑娘偶遇。这位姑娘的双腿有残疾，但是家里挺有钱的，只要他能俘获她的芳心，以后就能衣食无忧。叶舒已经染上了玉毒，只要柳怀风成功的搭上他，那么萧鹤川的计划就已经成功了大半，只等他越陷越深。届时叶舒就会像是陷入了沙漠中的流沙里面一般，动与不动的结果都是死路一条。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唯有一点，如果你想长久的过这样的好日子，就不能让任何人透露你我之间交易的事情。我的目的达成之后，我会额外给你一笔银子安身，且保证你日后生活的稳定。我可是个赌徒啊，想要保证我日后的生活稳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你想戒赌吗？想，怎么不想？做梦都想。可是我就是戒不掉啊。哎，你要是真能帮我戒掉的话，以后你让我干啥，我都不说二话。因为这个赌字，他气死了自己的爹，气跑了自己的娘，连家业也被败光了。你以为他不想戒赌吗？可这不是有毅力就行的。一言为定。柳怀风这边已经安排妥当了，那就只等叶舒那边了。如星和如月正在想办法把他往街上带。如星，我看刚刚那位公子有点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你去把他叫回来。是。如心心里一喜，俯身应下，连忙追上了柳怀风的脚步。公子留步，我们家小姐有请。小姐，认识我呀？不认识，只是觉得你身上有故人之影。哼，能有几分四小姐心中的故人，是在下的荣幸。你倒是挺会说话的，不过公子看起来似乎最近遇到了些困难，不知道有没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反正萧鹤川他是得不到了，那眼前这个男人他还得不到吗？
事情到这里也算是要成功了。叶叔不等柳怀风回答，便对着一边候着的女掌柜说道：“请这位公子进去选几套衣裳吧，算我的账上。”哎呦，这位小姐，大可不必如此。你我素不相识，无功不受禄，好意心领了，其他的就不必了啊。我不喜欢别人拒绝我。叶叔皱着眉，十分不悦。柳怀风差点没绷住，没想到这女的还挺霸道，有点意思啊。他现在感觉自己越来越想把这戏给演好了。最终，柳怀风还是跟着叶叔一起进了华商坊，说是让女掌柜帮他挑几套，可实际上都是叶叔挑的。柳怀风再次从华商坊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焕然一新了。既然如此，那你以后跟着我吧。很难想象，这是在古代，这样的一句话居然出自一个女人的嘴里。饶是柳怀风这么不要脸的人都有点震惊了。叶叔告诉他自己有丈夫，但是他并不爱他，他也不爱自己，只要柳怀风愿意跟着自己，以后可以保证他吃穿不愁。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柳怀风还是假意推辞了一番，故作一副自己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的样子，最后还是半推半就的答应了下来。萧河川的计划到这里便算是成功了7、8分了，只要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叶叔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快过来坐，阿年研制出几道招牌菜，特意来找你们试试味道啊！哎，嫂嫂今日带来的这几道菜看起来都好美味啊，关键是新颖，我还不曾在饭桌上见过呢。都是嫂嫂自创吗？不算是自创，天下菜系的来源和做法皆有迹可循，都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多了些奇思妙想罢了。还请你们一定要多给我建议，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都需要，我好根据你们的提议再继续改良。嫂嫂谦虚了，您当为女子典范，陆某对您佩服至极。哎呀，不敢，还是快些吃菜吧，待会儿再说下去，我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萧河川见穗穗这个掩饰不住笑意的模样，宠溺的笑了笑，然后很自然的拿过他的碗给他盛汤。你应该先给干爹盛。阿年无妨，是我平日里教导他，若有妻子陪同在侧的场合，都应先以照顾妻子为主，宠妻者万事顺遂，亏妻者则诸事不宜。今日真是荣幸之至，不仅尝到了弟妹的手艺，还跟着仲云先生受教了，可谓是收获满满呢。对了，弟妹，我那未婚妻安氏十分想同你认识认识。我和她说过你在冀州的事迹，她也对你万分敬佩，已经提过几次将和你喝茶赏花。若是你方便的话，便由我来安排，如何？好啊，听说安小姐素有才名，能与她结交是我荣幸之至。说到自己的未婚妻，齐修远那是毫不掩饰的得意和欢喜，脸上笑得都起褶子了。江穗这几道菜是挑不出毛病的，毕竟他们之前也没吃过，这是正儿八经的第一次吃，能给出什么意见呢？总而言之，就一个好字，压根儿没有别的毛病可挑。大家都是一吃一个不吱声，连话都不说了，全都专心的品尝美食，吃一口就露出一个满足的表情来。如今叶叔那边有了柳怀风这个新欢，再也无心思去想其他了，那药也开始继续下了。萧河川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做，那就是抢在那人之前将水云天收作自己的人。水云天是冀州最有名的花魁娘子，要为她赎身需要5万两白银。现在要将水云天收服，这5万两白银萧河川是不会想办法的，而且他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怎么凑足这5万两。再说了，人是替他贺连景收的，以后有大用处，那这个血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自己出啊。况且以萧河川的势力还不足以使老鸨松口，只能是借他贺连景的事。贺连景无故收到了一封来自冀州的信，他当时便猜到是萧河川。拆开信件，的确是萧河川的来信，上面的内容也是很直接明了。看完，贺连景忍不住笑了，真是有意思啊！他居然管自己一开口就是5万两银票，当作是投名状。你听说过投靠谁递交的投名状还反过来向被投靠方要钱的吗？投名，那投名者自然要拿出诚意。萧鹤川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古往今来第一人呢。
贺连景真的是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萧河川写完信便开始耐心的等待，不等人也不等消息，只等钱。果然半个月后，他便收到了飞花楼掌柜的邀约。萧公子，我们家主子交代了，银子不够您尽管提，如果有需要我们配合的地方，我们飞花楼也会全力支持。请问王爷给的令牌在下能随意使用吗？掌柜闻言思索了一下，只要公子不用于官场打点，自然可以随便使用，但切记不可为非作歹。也就是说，这块令牌除了不能用在官僚打点上，其他的都可以拿出来通行。放心，我心中自有分寸，请转告王爷，这5万两银子能为他创造价值，日后他定然会看见。看看他到底拿着这5万两银子去做什么了。打听到消息以后，立马传信入京都。倒不是怀疑他会用来干什么坏事，只是贺连景实在是好奇，他这与众不同的投名方式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萧河川拿到银票，自然也不会再继续浪费时间。这银票要是带回家的话，目标太大，容易被穗穗看见，到时候不好解释。放到书院也不太安全，怕生变故，他还是直接去一趟碧波阁赎人吧。将人赎出来以后，他就直接安排到飞花楼去，叫贺连景养着，日后是替他办事，他不养谁养？因为萧府离城南这边是有点远的，所以江穗出行都是套的马车。忙完了今日的事情以后，便带着冉秋折返回府。开一个大型酒楼，每天要忙的事情太多了，江穗整得头晕脑胀的，于是便掀开马车帘子，准备看看远处的风景，好解放一下疲惫的双眼。但就是这一眼，他捕捉到了一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身影。萧河川来碧波阁还特意换上了一身常服，就是不想暴露自己是白云书院学子的身份。但是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上辈子加上这辈子，头一次踏足青楼就被自己的娘子给看见了。江穗让马车停下，他在马车上再三的确认自己是不是看错人了，但他压根儿不可能会看错，那个与自己同床共枕朝夕相处的男人就是萧河川，他居然来这种地方。江穗内心还是保存着应有的理智，他不是什么傻乎乎的恋爱脑。夫人，四爷也许是去忙别的事情了，他对您的心意我们都看在眼里的，您别多想。在外人来看，萧河川满心满眼都只有江穗，他的爱从来不需要挂在嘴上，只表现在他日常的付出中。江穗没说话，只是沉默着。他想着等等看吧，看他什么时候出来，到时候再仔细问他就是了。碧波阁内，这位爷看着面生，应当是第一次来咱们碧波阁，可是冲着咱们碧波阁那位姑娘来的？我要见水云天，你安排一下吧。公子，要想见咱们水云天姑娘可不容易，100两只能见半个时辰，就只陪聊天解闷，现意是另外的价钱。而且就算你有银子，也得看他愿不愿意见你才行。萧河川直接掏出了一张面值为100两的银票，见他掏钱这么爽快，老鸨就忍不住笑了。但是他并没有急着接过银票，而是拍拍手，示意姑娘上去通知水云天有客要见他，问他见不见。公子想聊些什么？想不想离开碧波阁？什么？我说你想不想离开碧波阁？我可以带你走。公子说笑了，想带我离开的人不在少数，并不是有钱就能行得通的。我看公子对我也不感兴趣，又何苦说这些不切实际的话呢？水云天能感觉到眼前这位男子对自己根本就不感兴趣，他自从进门起就没有表现得多热切，甚至都没有多看自己一眼，和那些个老色胚倒是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呢？看来公子是有备而来，不过公子的心意奴家已经看到了，奴家很是感激，但碧波阁没有公子想的那般简单。还是那句话，并不是有钱就能行得通的。公子能告诉我为什么想赎我吗？奴家没记错的话，在此之前你我并未见过，也无情义可言。公子想赎我是为何？你只需要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带你走就行，至于其他的你不必多问。萧河川不想解释那么多，知道他想走就行了。
5万两，我要给水云天赎身。老鸨早就猜到了，这么多银票不是赎身用，难不成是专门拿来招摇过市吗？可是水云天能给他们碧波阁赚的银子可远远不止这5万两。5万两只是一个对外说法，这天下不缺能拿出这5万两的，也有不少想为他赎身的，可是放不放人也不是他说了算的。如果你做不得主的话，去请你背后的主子来与我谈即可。眼前这位身份竟然不同寻常，居然是寻王的人，他居然还知道碧波阁背后有人。老鸨并非不识货的人，而且如果不是有点本事的话，顺义侯怎么又会放心把这碧波阁交给他打理呢？公子还请耐心等候。他立即找人去呈报顺义侯，表明事情原委。顺义侯一听是京都巡王府的人，表情也是立即变得凝重，片刻都不敢耽搁的就去了碧波阁。顺义侯一来，水云天和老鸨全都退下了。侯爷万安。不必多礼，坐吧。听说你想赎水云天离开？是，还望侯爷应允。那你能告诉本侯你为什么要赎水云天吗？草民是替王爷办事，王爷自有他的决断，在下不过是个籍籍无名之辈，不敢揣度王爷用意，侯爷可不要让草民没法交差呀。既然是王爷要人，那这个面子本侯自然是要给的，只是还请萧公子替本侯向王爷问句安好，日后我们顺义侯府可就要仰仗巡王殿下的照拂了。这是自然，还请侯爷放心，草民一定会将您的话送到的。和萧鹤川预料中的一样，这一次将水云天赎走并没有耗费多大的功夫。顺义侯将老鸨和水云天喊了进来，吩咐老鸨将水云天的身契拿出来。萧公子，这是水云天的卖身契，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这5万两我便让人收走了。多谢侯爷。水云天姑娘，收拾一下随我离开吧，以后你就不是碧波阁的人了。天在这短短的1个时辰里便被巨大的惊喜给砸得晕乎乎的。萧公子，既然事已毕，那本侯就先行离开了。恭送侯爷。水云天，按照规矩，你既然已经赎身，那么碧波阁的东西你是不能带走的。当然了，看在你在碧波阁2年的情分上，可以允许你带走几身换洗的衣裳。水云天攒的这些首饰不值几千两，也至少值个1000两的，他能不想要吗？这规矩为什么从前不曾听过？前些天才改的规矩，还没来得及公布，你就要被赎走了。没办法，但是你已经够走运了，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后台，以后自然是要去吃香的喝辣的去了。这些东西对你而言不过是9牛1毛。既然如此，他也不想再过多纠缠，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出碧波阁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将黑了。今夜的月亮不算圆，但对于水云天而言却是一种新生。先不论未来会面对什么，至少这一刻他是开心的。说实话，萧鹤川看见冉秋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心里不心虚是不可能的。当听说夫人在马车上等着他的时候，那一刻萧鹤川的心像是在打雷一样的慌张。在去接受暴风雨的洗礼之前，他还是要先把水云天给安排好。知道飞花楼吗？你先去飞花楼，告诉里面的人，说是萧鹤川让你去的，届时自然会有人给你安排住处。水云天刚刚从冉秋的话中得知，原来他已经有家室了，倒也不算错愕，只是淡淡的点头。他是他赎出来的，要去哪里自然是他说了算，自己服从安排即可。冉秋一听，四爷居然还要给这个女人安排住处，还是最好的飞花楼，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替自家夫人感到愤怒。四爷，夫人还在等着你呢，你怎么能这样？岁岁那边我自会解释，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冉秋看着水云天的背影，咬牙切齿的，但是自己的身份又不能越过主子的吩咐。岁岁。见他不说话，萧鹤川更加慌了。岁岁，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咱们回府以后，我再慢慢和你解释。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清白的，绝对没有背着你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发誓。因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外面越来越热闹，十分嘈杂，的确不是谈话的地方。
房内，解释吧。翠翠，你相信重生吗？萧河川说的时候，语气带着些许试探。就知道你不会相信，这听起来太过离谱了，但我绝对不是在强词夺理才这么说的，而且我发誓，我去碧波阁里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江穗以为自己幻听了，必须再确认一遍。我刚刚都是胡说的，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重生的？穗穗这反应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了，他这算是相信了？你真的相信我是重生的？我信啊，因为我也有一个同样离谱的秘密瞒着你。但在和你坦白之前，你还是先解释清楚今天的事情吧。这一世，我是重生的，重生在地震发生之后，那时候是在仙鹤村，为了保护你，我脑子磕到了。再次醒来以后，我便发现我重生了。但是这一世，许多事情的轨迹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且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上一世，我有诸多遗憾，所以到死都不能瞑目。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老天才会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当我再次醒来，我发现我的家人们都还好好的待在我身边，还多出一个你，是你带领着我们一家躲掉了那些灾祸。水云天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一世我提前在冀州认出了他，所以才想办法把他从碧波阁弄出来，好培养成自己的势力，以防止上一世他带来的麻烦再次发生。所以我便瞒着你去了碧波阁，但我没想到这么巧就被你给撞见了。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若有半句虚言，便叫我被天打五雷轰，死后不得超生。好了，我信你说的，倒也不必发这么毒的誓。萧河川说的这些都和他平日里的行为对上了。这一刻，江穗是心疼他的，非常的心疼。他根本都不知道，原来他上辈子过得那么艰辛，遭遇了那么多不幸。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怎么还哭了呢？你已经是我重生回来以后最大的救赎了，你弥补了我那么多的遗憾，我怎么会忍心伤害你，辜负你呢？他抱着她重新坐回贵妃榻上，让穗穗坐在自己的腿上。刚刚哭过的江穗眼睛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像一只可怜的小兔子。饿了吧？让冉秋去厨房做几个你爱吃的菜送过来可好？江穗乖巧的点头，萧河川便叫了冉秋进来，他得了命令，立刻去后厨叫人做饭菜去了。等待的过程中，俩人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互相依偎在一起。但是萧河川可没忘了穗穗之前所说的，他也有一个天大的秘密。穗穗，你真的是江穗吗？我当然是江穗啊。那你还是原来的江穗吗？我是江穗，但我的确不是原来的江穗了。原来的江穗已经死了，如今他的身体里住着的是另外一个灵魂。其实我早发现你有事瞒着我了，我也早就有猜测，你的身体里住着是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但我一直在等你自己亲口告诉我。别问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于我而言，连重生这样的事情都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认为这世间之大，或许还有同样离谱的事情存在。现在我完全信了。你怎么发现的？你不害怕吗？当然害怕。我害怕的是，有一天我所深爱的灵魂会离我远去，他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你让我去哪里寻他呢？我想我应该会疯吧。这家伙说话大喘气，让人的心情是七上八下。讨厌，下次说话能不能一次性说完？那么夫人，可否愿意和为夫细说你的过去呢？于是江穗便告诉他自己是来自异世的人，他并没有说自己的那个世界有多好，只说那是一个和大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他会的那些技能也都是在自己原来的世界学会的。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你我的缘分都是早就注定好的，你是上天给我们萧家降下的救赎。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现我不对劲的？你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破绽百出吗？你想想看，原来的江穗过的是什么日子呀？遭受的是什么待遇？从小到大就没出过仙鹤村，甚至没怎么和外人打过交道，他怎么会有着这么宽阔的眼界和谋划呢？而且原来的江穗大字不识一个，眼前的江穗却可以出口成章。你要说一个人的天赋如此强大，我是不信的。人人都说我天赋好，是天生读书的料子，但有多少人知道
我上一世到底私下里付出了多少的艰辛，才走到了那个位置呢？还有，早在你和我学书法那一天，我就知道你不简单了。因为一个人的习惯很难改掉，尽管你已经刻意在掩饰了，但逆风起笔，最能得势。你那一手簪花小楷，应该练了有些年头吧？还有，你那大闹天宫的戏本，何时出续集啊？也好，咱们两个现在都互相知道了对方最大的秘密，以后也不用再装了，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必再遮遮掩掩。遇到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咱们就互相商量着来，可好？好，以后我有什么事情都会提前和你商量，一定不会让你担心的。萧鹤川郑重的承诺。江穗点头，露出一个舒心的笑容。很快，冉秋便送来了热乎的饭菜，都是江穗爱吃的。刚刚光顾着生气去了，一点也没感觉到肚子饿，只觉得自己脑壳都要被气炸了。而且江穗是那种越气越冷静的人，现在误会解除了，他也知道饿了。俩人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吃的饭。对了，这个水云天到底是什么身份？你居然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将他从碧波阁给赎出来？他本名不叫水云天，那是他在碧波阁的艺名，他本名叫方妙。方妙，江穗听见这个名字，瞬间他就知道他在书中是哪位人物了，居然是他，水云天就是方妙。江穗是有点震惊的，方妙在原著中后期是个很关键的人物，不过他属于反派的那一方，给主角团可添了不少麻烦。我想见一见水云天，可以吗？当然可以，明天就带你去见他，正好我也要和他交代一些事情。两人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翌日一大早，萧河川便带着江穗去了飞花楼见水云天。我操，混血美女啊！水云天立马就猜到萧河川身边的这位女子应该就是他的妻子。昨天他们似乎因为自己产生了误会来着，也不知道解开了没有。你就是水云天啊，你真的好美啊！别怕，我不是来找你茬的，相反，我今天还想和你说点事儿，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水云天更加懵了，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眼门口站着的萧鹤川，他脸上带着宠溺的笑意，眼神也是极具温柔，但是他的视线都汇聚在自家夫人身上。那你们先谈，谈完了以后再叫我就行。萧鹤川就不参与他们的谈话了，识趣的去了隔壁。你从碧波阁出来以后可有什么打算，或者想做什么事情？萧公子将我赎了出来，我的生气在他那里，自然是他叫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但请夫人放心，我不会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东西的。啊，你别误会了，其实我是想说，如果你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的话，不如到我手下来替我做事吧。我正在筹备开一间酒楼，还差个女管事，你识字吗？可会珠算？回夫人的话，我是识字的，只要不是太过繁琐的字，我都会写。至于珠算，我就不会了，只会简单的算术，怕是不能胜任。识字就行，其他的可以慢慢学，只要会算数就没问题。我本来也不会盘算的，也是做了生意以后才开始学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我可以请师傅教你。以后每个月我给你发月钱，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然后呢，你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会逼你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如何？夫人，冒昧的问一句，当女管事都要做些什么？他知道青楼的管事是老鸨，老鸨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管理好手底下的姑娘们，然后招揽客人，打理好碧波阁。那么酒楼的女管事又要做哪些事情呢？看她一脸天真的样子，江穗更喜欢她了。女管事可威风了，整个酒楼做事的人都归你管。当然了，不包括我，因为我是东家。你要做的呢，就是管理好手底下做事的人。有时候会遇到找茬或者是难伺候的客人，你要做的就是处理好这些问题。平日里算账，每天和供货商家对接，酒楼的每一笔支出和收入你都要算清楚。哎呀，总之你只要感兴趣，现在还有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才开业，都还可以学的。我相信只要你肯学，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你放心，月钱我是不会亏待你的，酒楼赚得多你就得得多，到时候攒了银子，你就可以自己买宅子置办产业，以后过自己的小日子，没有人会限制你的自由，你可以自由出入任意的地方。至于你的卖身契，我保证我和我夫君不会以此为要挟，让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夫人，那我愿意学，并且一定会好好学，不会辜负夫人对我的期望的。
那好，我立马去给你找老师，不用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和我回府上住，或者继续住在飞花楼也行。我可以和您回去吗？您的家人那边……呀，不会，这些你都不用担心，我们家里人都很好说话，很好相处的。水云天知道自己上不到台面，又唯恐给人平白添了麻烦，但是这些江穗都不担心，小姐人是不会过多的去管他们小两口的事情的。事情便这么愉快的定了下来，水云天跟着江穗和萧鹤川回了萧府。本以为带着方妙回去，小姐人不会过多的询问什么，结果萧母却是误会了。他看见方妙进府的时候，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跟在自家儿子身后，江穗走在最前面，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其实他是急着要找兰兰，可戏精的萧母当时便脑补出了一场大戏。该不会是老四背着穗穗在外面有了女人，所以非要把她带回来？穗穗知道了以后气不打一处来，但又不得不接受。萧母二话不说，冲上去就给萧鹤川的脑袋来了个暴扣。娘，你做什么打我？我问你，他是谁？你为什么要带他回来？江穗走在前面，后知后觉听见后面的动静，他才折返了回来。哎呀，误会了，方姑娘是我请回来的，以后是要当我酒楼的女掌柜的。那啥，不好意思啊，瞧我这性子，啥也没问清楚就打人，那是我的不对。还有姑娘啊，对不住啊，老婆子我这风风火火的吓着你了吧？我没关系的，您便是府上的老夫人吧？见过老夫人，老夫人晚安。哎呦，既然是穗穗请回来的客人，那以后就安安心心在家里住着，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就行。我这就让人去给你收拾房间去。萧母是很热情好客的，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萧鹤川实在是冤枉啊，无奈地捂着自己的头，娘下手可真狠呐。切，你还委屈上了？一个大男人打一下能少块肉啊？萧母这双标加区别对待，给江穗整的都不厚道的笑了。自此，方妙便在萧府住了下来。在萧家的这段时间，方妙过得特别充实，萧家的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江穗没有骗他，他们对自己很亲切。方妙每天也都在学习一些很有用的东西，丰富着自己的人生。萧家自从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就又多买了几个丫鬟回来伺候。那些丫鬟们总说四夫人是女子典范，小小的身体有无穷的能力，听说她一个人几乎支撑起了整个萧家。方妙觉得自己以后只要好好的跟着江穗干，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的。如今万事都已经准备就绪，就差选个吉日开张了。哎呦，大哥，我终于等到你了，你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啊！哎呦，怎么，如今的生活难道不是你最想要的？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银子花，怎么反倒还委屈上了？你看看我这张俊脸，你再看看我眼下的淤青，看到了没有？哎呦，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他现在日日缠着我，搞得我连去赌坊的机会都没有了。哎呦，就今天还不是好不容易钻个空子出来透口气儿，这不，我可是找你诉苦来了啊！柳怀风哭丧着一张脸，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这样子，萧鹤川不厚道的笑了。再坚持坚持，至多还有1年。多久？1年？这才3个月我都要虚死了，你跟我说1年？你就先等着给我收尸吧啊！说好了我们卖身不卖命的，我不管，你必须给我想个办法。柳怀风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年可言了。曾经他最期待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他最害怕的事情。那依你而言，该给你想个什么法子好呢？那不介意的话，要不你再多给他找个俊俏的小郎君试试？可以，不过你得配合我才行。那是必须的。说吧，要我怎么配合呀？我一定在所不惜。看得出来，柳怀风是真的被叶叔给整怕了。京都宁安侯府嫡女安平县主恭贺冀州杯墨亭酒楼开张大吉。这一声，整个杯墨亭酒楼里面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包括楼上的客人们。
不管是在雅座的还是在包间的，全部都走了出来，站在栏杆处往下看。不过这杯莫亭酒楼的老板是仲云先生和苏燕青，他们怎么会认识安平县主呢？大家也不知道这安平县主是谁，估计全场也就江穗和萧鹤川知道这安平县主是谁了。夏婉宁呗，他已经获封县主了。仲云先生和苏燕青作为明面上的老板，自然要亲自迎接。夏婉宁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带头送贺礼的直接向仲云先生说：“我们家侯爷问先生安。”这话一出，大家就都知道这是宁安侯和仲云私下里的情谊了，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萧鹤川凭借上一世的记忆，把上辈子叶叔身边的几个面首都聚齐了，而今有了柳怀风的帮忙，招揽他们简直是手拿把掐，都不用给什么好处。这个时代男尊女卑，能甘心给女人当面首的男人大差不差，其实都没什么品德可言，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穷困潦倒，也无一技之长，除了那张脸生的好看，便一无是处。萧鹤川安排他们作为柳怀风的好朋友，去到叶叔给他准备的宅子里做客。只要让叶叔看见他们，并且表露出对他的好感，以现在叶叔的状况，估计很难抵挡住诱惑。9天以后我来接你。我会想你的，等我的好消息。考试的时候可不许想我，哪怕是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也要认真对待。那我要是考中解元，你准备给为夫什么奖励啊？你想要什么奖励啊？我记得你刚嫁给我的时候，你还说过，等我们在一起过了第3个年以后，你就给我生个小娃娃，还作数吗？那时候萧鹤川还是个傻子，前三嫂刘氏和他说，只要和媳妇睡在一起就会有小娃娃。他当时还很天真地问江穗这个问题，江穗便想了个理由来搪塞他，没想到他现在好了，也还是记在了心里。你还记得呢？当然记得，你就说作不作数吧。萧鹤川颇有一种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要纠缠到底的架势，算算日子，过了今年就18了，和他生个小娃娃也不是不行。当然作数。有了江穗这句话，萧鹤川就满足了。他现在觉得自己整颗心都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再也装不下其他了。相比起其他考生们被家人簇拥着，骆明就显得很冷清了，没有人来送他，只有自己孤身一人。虽然是骆家嫡子，但是成了叶家赘婿以后，骆家便不再重视他了，尤其是有了庶子以后。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都没有人来过问他一句。有时候天气冷都比不上心冷。考场开放，萧鹤川和齐修远还有陆遥一起进了考场。接下来就是9天都不能再见到，前几年的努力成果就看这一次了。送完考生们，家长们陆续离开，没多久，考场前面的院子空地便恢复了冷清。1个月后，秋闱放榜，现场被官兵围了起来。此时已经是10月，天渐凉，百姓们都穿上了厚实的衣物，许多人都来看放榜。萧鹤川一家除了怀着孕行动不便的大嫂和三嫂，还有要照顾店里生意的萧琴、萧勉、萧毅3兄弟，其他人都来了。解元，四哥是解元。听说本次乡试的解元是他的四哥，周围人都朝他投来了羡慕的眼光。萧父萧母他们没法挤进去，只能在外面等着看结果。兰兰挤出人群报信，萧父萧母听闻好消息，喜极而泣。老天保佑，老祖宅保佑啊！我们老萧家的祖坟冒了青烟了。娘，这才哪到哪，等考上状元以后，您再说这话也不迟。哎，穗穗，你以为这状元郎是菜市场的白菜呀？说考就能考上的？不是萧母不相信自家儿子，只是这个状元要想考上，那几率实在是渺小，万一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你考中了前10甲，为父自然为你感到高兴。可还有几个月便是春闱，当务之急，你应该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春闱一事上，不该为儿女情长所困。我答应你的自然会做到，但我也希望你能走得更长远。他的确承诺过，这些无可否认，但是他又不想履行承诺，为了不闹得那么难看，他只能拖着骆明。骆明来之前也不是没想过这个结局，
所以他并没有表现出十分不满。行啊，反正都忍了这么久了，也不在乎这1年半载了。这日，萧鹤川继续陪着江穗来到杯墨亭视察，方妙为两人准备了一个2楼的雅座，却不想萧鹤川却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此人和贺连景有着几分相似的面容，身上独有的贵族气质扑面而来。按照上辈子的时间线，他应该在上半年的时候就会暗访一次冀州，然后带走了水云天。这一世被萧鹤川抢了先，抢在他前面，提前把方妙变成了自己人。但没想到快要到年关了，居然还在冀州遇到了大皇子，还是在自家的酒楼。这位客官，我说过，我面具下的面容十分丑陋，不方便以真面目示人，还请您见谅。这位年轻且穿着华贵的公子，一来杯墨亭就对自己展现出了不小的兴趣，总是想要一睹自己面具下的真容。关键是他还知道自己叫方妙，可自己明明就没有见过他。我不在乎，我只是想同姑娘说说话而已，这都不行吗？贺连横看着他的眼神，似乎要将他看穿，那眼神中带着不易察觉的眷念和爱慕。为何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公子若是无聊，想找一朵解语花陪着解解闷儿，河对面的那条街上，多的是愿意陪公子解闷的貌美女子。我是这里的掌柜，出世缠身，殊不能相配。贺连横闻言忍不住嗤笑一声，心想这脾气还变了不少，如今居然还带刺儿了，真是有趣的很。你还会算账？是谁这么有眼光，敢找你来当掌柜？公子实在是无聊，找不到结伴的人，我已然给公子指明方向，公子又何须言语讽刺人呢？中原有句话叫做人不可貌相，公子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阿炳，过来照顾好这位公子，若是公子有什么需要能满足的，尽量满足。方妙把这个难缠的家伙甩给了跑堂伙计阿炳，然后便借机开溜了。楼上，萧鹤川从座位上起身，站在栏杆处，暗中看着贺连横的一举一动。见他围着方妙打转，他有些困惑。上一世两人相遇是因为方妙被安排献舞，他见他容色艳绝，便带在了身边培养，为己所用。可这一世，方妙已然成为了杯墨亭的女掌柜，不再是舞姬。他以面具遮挡，为何还是吸引了贺连横？看他这个样子，似乎早就认识方妙了。看来得找机会问一问方妙了。或许是萧鹤川的视线太过集中，大堂的贺连横突然回头，眼神不偏不倚的与萧鹤川撞到了一起。还好萧鹤川稳得住，他半点没有表露出心虚，很自然的移开了目光，就好像他只是很寻常的在上面看热闹而已。贺连横挑眉笑了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在心里吐槽着，这杯墨亭为什么不能住宿呢？你在想什么呢？可是发生什么事了？你还记得我们在杯墨亭的时候遇见的那个穿着暗红色绣金线蟒袍的男人吗？记得啊，他一身的贵族气质很难让人忽略吧？他是大清的大皇子楚王贺连横，也是上一世贺连景最大的对手。上一世他带走了方妙，才有了后面的那些事。贺连横，书中最大的反派男二，他对权力的渴望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为此不惜残害手足，不留余地的那种，称得上是真正的冷血无情。主角团在他手上吃了不少的亏，差点便功亏一篑。他为什么此时出现在冀州？这都要年关了，他不应该在京都才对吗？我也很纳闷啊，所以想不通。而且他似乎是冲着方妙来的，听伙计们说他连续在杯墨亭几天了，每天都缠着方妙。正好你找个机会问问他俩是不是早就认识。不可能。贺连横在书里之所以把方妙带回京都，都是有目的的。原著中，方妙对这个豪掷5万两将自己带走的男人产生了感情，他们一路上从冀州回到京都，后面又在京都相处过一段时间。贺连横也几次情不自禁地和他发生了关系，方妙把他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做了爱情。可是后面贺连横居然亲手将他献给了自己的父皇。书中并没有详细去描写他们俩之间的感情纠葛，只是知道方妙还是很听话的进了宫，成为了他魅惑君主的利器。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直觉，女人的直觉都是很准的，不信我改天去问了告诉你。他这么说，萧河川倒是没有怀疑，只不过这件事他要提前做好防范，至少得杜绝这两人继续来往，万一又像上辈子一样，就麻烦了。为了防止这些事情再度发生，萧河川给贺连景去了信，让他想办法把贺连恒召回京都，远离风庙。没人和贺连景争，他已经非常顺利地拿到了主理权。至于萧河川为什么要他把贺连恒召回京都，他也是很纳闷。贺连景本来也想不通，突然之间一直和自己作对的大皇兄突然就变得佛系了，甚至还撤掉了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眼巴巴地放弃了岁贡主理的差事，下了冀州。贺连恒在收到诏书的时候，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暗自骂了一句：什么玩意儿，都让给你了，你反倒还缠上我了。他最终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回了京都，但在临走之前，他还是眼巴巴地来找了方妙。方掌柜，今天烤鸭给我留了吗？留了的，楼上请吧。今天没有雅间了，都订出去了，只有雅座了。方妙将他引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雅座落座。公子，还有别的想吃的吗？我即将远行，下次再见怕是要等到年后了。今日不知可否有这样的荣幸，邀方掌柜共餐一顿。当然，公子是杯莫停的贵客，只要公子不嫌弃我吃的多就行。你背后的东家是谁？他还挺有品味的。杯莫停是我见过比较特殊的酒楼了。是白云书院的仲云先生，曾经在京都国子监任职。你很喜欢如今的生活？他这么问，方妙有些匪夷所思，难不成他还知道自己从前的生活？你很喜欢如今这份差事，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一个酒楼？是，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差事，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每天充实且受人尊敬。我似乎找到了我存在的意义。我想一直待在这里也不错，能学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比如学着怎么和人打交道。总之比以前的生活强出千倍万倍。至于开一间这样的酒楼，我想对我来说还是太遥远了些，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方妙说着，嘴角噙着温和的笑意。他想到江穗，他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子。你跟我去京都吧，我给你开一间比这个还要大的酒楼，让你当里面的女掌事，还给你5成的利润，我出银子，你出力道，如何？公子说笑了，我能力有限，就算你给我一间酒楼，我如果拿不出过硬的本事，或者能留住客人味蕾的招牌菜品，就算是再大再繁华的酒楼，它也是不赚钱的。而且我喜欢北漠亭，在冀州我还有很好的朋友，我就想待在这里，哪里都不去。很好的朋友，男的女的？那自然是女子了。她是我见过最聪慧、最自信的女子，她教会了我很多。是吗？那有机会能否让我认识一下？那怕是不行，我这好姐妹的夫君是个醋坛子。若公子你是个女子也就罢了，可你是男子，他夫君若是知道了，怕是要猝死。说完，方妙忍不住笑出声来，那笑声是愉悦的，发自内心的开心。贺连恒也跟着一起笑，听他这么说，这冀州的生活对他而言确实很好。吃完以后，方妙送他出去。公子一路顺风，提前祝你新岁快乐。看到这一幕，贺连恒又想起许多从前的往事。每次自己出远门，他都会送自己，就像是现在这样。但是看向自己的眼光是无穷的爱意，可是自己却亲手摧毁了他。回去吧，明年见。我也提前祝你新岁快乐。在进马车前，贺连恒也留下这么一句话来。方妙突然觉得他也不是那么的讨厌了。贺连恒离开后不久，江穗也来到了杯墨亭，是萧鹤川让他来的，就是想问清楚有关于贺连恒是不是早就认识方妙的事情。其实他给我一种感觉，也好像是早就认识我一样，可我真的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江穗通过他告诉自己的这些话，内心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这个贺连恒该不会也重生了吧？就和贺川一样。既然贺川是重生的，那就不排除这书中还会有其他的重生者，只不过贺连恒重生的比较晚而已。江穗把自己的猜测告诉给了萧贺川，通过这么一分析，萧贺川也开始怀疑贺连恒可能和自己一样也重生了，但也只是怀疑，还得进一步验证。不知不觉便迎来了萧兰兰的婚期。嫁女宴这一天，萧家宴请四方宾客。萧父萧母今天穿得很喜庆，端坐在高堂上，等着女儿女婿来拜别自己。岳父岳母在上，小婿日后定会待兰兰如珠如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此生永不纳妾，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在普遍三妻四妾的古代，能做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夫妻俩将两人扶了起来，叮嘱了一番，然后有4个哥哥护送妹妹出嫁。这段时间，叶舒那边也终于是把自己给玩出问题来了。她不小心怀孕了，连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她又不敢明目张胆的请大夫为自己把脉，只能悄悄的去找郎中替自己把脉。给我配上一副滑胎药吧，要最好的药，吃完了以后对身体损伤最小的，银子不是问题。这位小姐，不，夫人，只要是滑胎药，对于母体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多少会受点罪，而且过程极为痛苦，您可得想好了。你只管给我开就是了，其他的不归你管。如星拿出一锭银锭子放在大夫的桌上，既然他执意要滑胎，大夫也只能照做，给他开了一副滑胎药。他的这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传到了萧贺川那里。萧贺川得知以后丝毫不为所动，他觉得这才是刚开始，他要的是叶舒以及整个叶家都身败名裂。他让如星如月继续照常地跟在叶舒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在自己去京都这几个月千万不能露出马脚，那些证据也要保留好。大年初10，萧贺川启程去往京都，江穗陪同他一起。齐家和陆家也都准备好了马车，还有路上一应需要用到的东西，带上了家丁护院，护卫自己的安全。穗穗，好久不见，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婉宁，好久不见，你真是越来越美了。你也是越来越美了，但不变的是笑容依旧那么甜。见过安平县主，愿县主喜乐永昌。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哪里得罪了你，让你对我生疏了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哎，你我之间何必在乎这些虚礼啊？放心吧，就这一回，后头再见着你，你可不许说我以下犯上。嗨，不会不会，你越随意越好。如今你到了京都，离春闱开考还有小半个月，这段时间我的任务呢，就是带你在京都吃吃喝喝玩玩。两个感情极好的女生这么久不见，一见面便是聊不完的话题，像两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一样。贺连景找了个很隐秘的地方约了萧贺川见面，4个人坐下来叙叙旧。还有10来天便是春闱，你们可找好落脚点了？还没来得及找，才到京都，先以休养生息为主。实在不行的话，本王可以直接给你们安排好，也能省去许多麻烦。谢王爷关心，但草民可以处理好此事。在还没有考取功名之前，草民不想给王爷造成太多困扰，以免被有心人看到，以此做文章。宁宁，在春闱结束之前，我们也还是不要明目张胆的见面，或者出去游玩，一切等到科举结束之后再说吧，我不想给你造成什么麻烦。那好吧，都听你们的。不过你们要是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来找我，不要想着给我添了麻烦，知道吗？放心吧，我有县主当靠山，出门我都要像只骄傲的公鸡一样，昂首挺胸的走路。听到江穗这样比喻，夏婉宁当场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在这之后，贺连景又和萧贺川聊了许多，因为他内心有非常多的疑惑。王爷要是心中有疑惑，不如派人去往塞外的罗刹国国都打听一番，届时心中自会有判断。关于大皇子，他突然到访冀州，直接冲着水云天而去，草民估摸着他怕是也知道了些什么，未免谈乱了您的大计，草民只好求助王爷您出手了。至于草民为何会知道这些，
那便不便回答了。如果王爷愿意相信草民的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本王既然已经选择了相信你，那当然不会怀疑你说的这些话呀。只是去往罗刹国需要漂洋过海，这一来一回，怕是需要走上半年的时间。看来这个水云天的身份的确不简单。你不想主动说，本王也不会逼你，你自有你的一番道理。但本王可以向你承诺，你到了京都，我定会暗中护卫你和你夫人的安全。你去哪儿了？我俩一醒来就找不到你们的人，还以为你抛下我们上哪儿潇洒快活去了。说好的到京都来了，吃喝玩乐都要一块儿的。我们两个去附近看了一下宅院，接下来要在京都待上好几个月，总不能日日住在驿站吧？总要有个稳定的落脚点，不是？七兄，说你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还不承认？我就说贺川兄肯定是和嫂子办正事去了，你非在那儿瞎猜。是我小人了。我向义行和弟妹赔个不是，今后3日的3餐都算在我的头上，可好？那感情好啊，夫人，那咱们又能省一笔了。萧贺川心想，得宰这小子一笔，让他知道社会的险恶。京都可不是冀州，物价贵了整1倍，让他出点血，长长记性。齐修远很快就要为自己的嘴快感到后悔了，服了，就点了5个菜1壶酒，几个小点心，怎么就要差不多20两了？这抢钱也不是这么抢的吧？这一次来京都赶考，亲媳妇儿就给了300两银子当盘缠，照这么搓几顿，那还剩个啥呀？齐兄，你要是囊中羞涩的话，我带的银子足够，可以借你一点，先不着急还。你一个还没有成亲的人，你是不会懂我们有媳妇儿的人的。我相信这一点，贺川深有体会。你说是吗，贺川？的确，有家室的人和没家室的人不一样，但是我家夫人可从来没有限制过我的零花钱哦。前半句萧河川顺应了齐修远，结果后半句又开始顺应路遥，主打一个一碗水端平。我收回我刚刚的话，这顿我请。你们这些还没有孩子的人，是不会理解我们即将为人父的心情的。我得替我未来的儿子或者女儿攒点家产才行啊。多谢齐兄慷慨解囊，好人一生3个儿子。萧兄，不若我们打个赌，赌齐兄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那我赌是儿子。这我也赌是儿子，可这样的话，赌局岂非无法继续了？怎么就不能继续了？我和你们赌，我这一胎肯定是个女儿，如果是儿子的话，我让他认你俩一起当干爹。成交。赌局就这么定下了，其实算得上是一桩美事。齐修远的儿子要是认了这2个干爹，那以后3家就是真正的世交了。江穗是最直接的见证者。好俊俏的公子呀，比哥哥还要俊美，可以询问殿下比肩了。发现他如此露骨的眼神，萧河川有些不悦，但也没有表现得太明显。我还当天字1号房做的是京都哪位不得了的千金呢，原来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伸手不打笑脸人，我无意与他起争执，他总不能咄咄逼人吧？和我一个平民女子较劲，是否有失他的身份和体面？民妇一介布衣，自然无法与您比肩。您身份尊贵，如明珠璀璨，想必也不会与民妇一般见识。哼，他一介贱民，凭什么和哥哥一样生了一对好看的酒窝？而且，他笑起来的模样，竟然与年轻时候的母亲有6、7分相似。而我，哼，少油嘴滑舌，你也配同本小姐攀谈？宣平侯素来以仁义礼智信为碑，世人皆传宣平侯治人至善，当为士大夫士之典范。也传闻宣平侯世子，得侯爷言传身教，年纪轻轻便美名在外，治人至孝。不过宣平侯千金，一时不同凡响，近是有武将世家之骁勇，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你居然敢讽刺本小姐，你放肆！你的意思就是我不是父亲的女儿，不是宣平侯府的嫡千金了？你可知你今日这番话会为你招来祸事？以我宣平侯府的门楣，踩死你犹如踩死一只蚂蚁。所谓祸从口出，这里是天子脚下。白喜园来往之人非富即贵，宣平侯的门楣确实尊贵，但在京都也并非一家独大。若是被有心人编排传入圣上的耳中，只怕是会引起盛怒的。小妹被娇惯坏了性子，口不择言，我代替她向各位赔个不是。哥哥，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可是尊贵的侯府世子，干嘛给他们赔不是？雪云，祸从口出，父亲母亲时时警惕，你又忘了？最终，程墨阳强行拉着程雪云走了。程雪云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不断地瞪着江穗。他不喜欢江穗，下次再见到还是要为难他。不过可不像这一次这么好运气了。他其实不是嫡出，而是侧室所出，只不过他运气好。宣平侯夫人据说早年产下过一个嫡女，只不过那嫡女命薄，才出娘胎便夭折了。宣平侯夫人痛心不已，恰好这个程雪云也是在同一天出生的，他那亲娘身子不好，生下他没多久便去世了。而宣平侯夫人思念王女心切，心中郁结，便将自己对王女的思念之情全部倾注在了程雪云身上。在那侧室过身以后，便将她抱到了自己膝下养着，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宣平侯府的嫡女。她出自侧室的肚子，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虽然在外一直以嫡出自居，但其嚣张跋扈的性子在京都贵女圈树敌颇多，贵女最喜欢拿此事编排她。估计她自己也知道，不过是运气好捡了漏，才得如此尊贵的身份。于是行事越发高调，极力想要证明自己是有嫡出风范的，到哪里都将自己打扮得像个花孔雀，却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个程雪云还真是高调的不行，刚刚他走的时候看我的那个眼神，一副不会放过我的样子。不过他那个兄长倒是明事理，放得下身段，我见他与我有同样的相貌特征，不知为何还感觉有些亲切呢。萧鹤川听江穗这么说，一股醋味油然而生。鹤川，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酸味啊？好像是醋坛子打翻了一样。这会子他也发现，穗穗和那个陈墨阳不仅长着一对一样的酒窝，就连眼睛好像也是一种眼型。哎呀，好了好了，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对其他人有亲切感了。算他认错认得快，萧鹤川也顺着台阶下，没有继续为难了。刚一回到侯府，宣平侯夫人那边派人来请兄妹俩，说是宁安侯府的安平县主在3日后开了春日宴，邀请他们这些世家贵女们去参加。这才几月啊，乍暖还寒的时候，此时开办春日宴，哪里瞧得出来有春的影子呀？我看这安平县主就是闲的。雪云不得胡言，安平县主才华出众，又和雪王殿下有婚约，是未来的王妃，身份尊贵，你不该如此出言不逊。此次春日宴，县主只邀请了贵女们参加，你到时候去了，可得谨言慎行，多看多学，少说话，以免生出事端。宣平侯夫人对自己这个养女也是煞费苦心，不管怎么教都教不好，可又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感情摆在那儿，她又不忍心太过严厉。程雪云撇撇嘴，敷衍的应下，便借口自己累了，回院子休息去了，只留下程墨阳在母亲那里。母亲，今日在白喜园，儿子遇到了一个女子，很是特别。是吗？你可有打听过是哪家的千金？若是对方无婚配，门第上也过得去的话，咱们便主动点去说亲。啊，母亲误会了，那女子已然婚配，梳着妇人发髻。儿子觉得她特别，是因为她笑起来的模样和桃李之年时期的母亲有6、7分相似。当时儿子还恍惚来着，那女子不过17、18岁的样子，就已经早早嫁人。想来民间风俗向来如此，不比咱们世家，女子婚配都会晚些。嗨，还当是自家儿子开窍了，想要娶妻了呢。17、18岁，你那妹妹要是还在人世的话，也是这么大了，我自然是舍不得她早早嫁人的。她要是还在的话，也不知道这脾气会像我多一些，还是像你父亲多一些。许久没去看你妹妹了，等天气暖和些，你陪母亲去看看她吧。宣平侯夫人指的是去给女儿上坟，但凭母亲做主。程墨阳是出了名的孝敬，不然也不会有至仁至孝的美名。殊不知母子俩的对话都被程雪云听了去，她根本就没走，而是躲在门口偷听。母亲还记着那短命的丫头呢，这都18年了，我还替代不了她吗？程雪云记得自己8、9岁的时候，母亲高舍意识不清楚，拉着自己的手，嘴里一直喊着囡囡，那是她给自己亲生女儿起的小名。她
他对自己的爱和好，其实全都是在透过自己看他的亲生女儿。程雪云极度不甘心，他凭什么比不上一个死人？3天后，宁安侯府夏婉宁的春日宴如期举行。还能有谁没来？除了那只花蝴蝶，还有谁呀？宣平侯府的程小姐到了。听闻安平县主要办春日宴，可给我激动坏了。昨日兴奋到了半夜，结果今日早上便起晚了。诸位姐妹恕罪啊。宣平侯府还真是泼天的富贵啊，将程小姐养的这般富贵。这刚刚一晃眼儿，本县主还以为是公主殿下莅临呢。我自然是不敢比肩公主殿下的，不过也多谢县主夸奖。听说县主很喜欢收集南海的玉石奇珍，我这里得了一对稀有的南海金珠，今日便送给县主，改日您可以打对耳环带着玩玩。这样的金珠我有1盒子，都不知道用来干什么。而且我这年纪拿着金珠用来打首饰耳环，似乎也太艳俗了些，太显老气了些。不如程小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县主怎么这么没礼貌没教养？就算是看不上，也不该如此当众让我下不了台啊！安平县主的外祖是江南首富，县主什么样的好东西没见过？你呀，就别拿出来丢人了。其中一个和程雪云最不对付的闺女，丝毫不留情地嘲笑程雪云。唉，宣平侯和宣平侯夫人，乃至宣平侯世子，个个都是美名在外，有口皆碑。这程小姐怎么就没学到一点礼仪规矩呢？要不说人的性子都是从出生就注定了的，上不得台面的永远都上不了台面，怎么教都没用。说话的这位贵女好像是哪个伯爵府的嫡千金，她和程雪云的过节最大，每次声讨程雪云的时候，她都是首当其冲的。为什么总是要拿我是侧室肚子里出来的事情说事儿呢？从谁的肚子里出来重要吗？重要的是我现在就是宣平侯府的嫡女。程雪云也是个暴脾气，在夏婉宁这里吃了亏，不敢发泄，于是便提着裙摆走到了那位贵女面前，端起一杯热茶就泼到了她的脸上。那贵女被他泼得一激灵，热茶还是有些烫的，他们本就娇贵，那贵女脸上的皮肤瞬间红了起来。你疯了，程雪云！高文熙，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父亲不过是3等侯爵，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我是侧室生的怎么了？但是我命好，怎么你们是羡慕吗？羡慕我有父亲母亲疼着，兄长护着。就算我是侧室生的，但我宣平侯府就我一个女儿，我怎么都是被千娇百宠着长大的，你不服气吗？那又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本县主的地盘、本县主的面前大呼小叫？你别忘了，这里是宁安侯府，今日这场春日宴是本县主特意操办的，好不容易才有闲情逸致，请诸位姐妹小聚一下。你姗姗来迟也就罢了，还将自己打扮得如此招摇，让我这堂堂县主在你面前都显得小气了。这些也就罢了，程小姐你行事向来如此，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居然在我这里动手泼人。是他先出言不逊我才动手的，谁让他总是用我出身的事情来讽刺我？来人，先带高小姐去梳洗一下，换身衣裳。夏婉宁先安排底下人带高文熙去收拾收拾，随后他又将矛头对准了程雪云。今日在场的贵女之中，也有几位是庶出的身份，人家不似你这般好命，但却都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收敛。试问程小姐，为何他们也是庶出的，但是却无人针对，可偏偏是你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讽刺？程小姐可有反思过自己？我听闻你在外行走也是这般目中无人，随意将老百姓骂作贱民，但凡不顺你心意者，你就处处刁难，不依不饶，你全是压人。我想没人会无缘无故的去讨厌针对一个人，一定是那个人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说了什么过分的话，才会被人针对。咱们女子之间闹了矛盾，口头上有纷争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你却直接动手，举止粗俗。宣平侯夫人在外向来是知书识礼，端庄大方，礼仪和言行皆挑无出错处，当为众女学习的典范。我听闻程小姐还是婴孩之时便养在侯夫人膝下，夫人日日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看来程小姐是没有学到半分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并不适用于程小姐你。程小姐这脾性是天生注定的。
既然改不了，又何必怪大家刻意冷落你呢？就是，若非你行事高调、目中无人，我们又怎么会不带你一起玩？你可还记得前2年工部侍郎家的2小姐，因为脸上长了2个9刺，却被你说的是得了麻风病，四处宣扬，引得众人惶恐。好好的一场赏花宴被你搅得鸡犬不宁。你一不高兴就动手的事情，也不止今天，也是在2年前，协律郎家的3小姐因为与你发生了些口角，你便直接推她入伙。若非人家善水性，只怕命都叫你害了去了。是啊，你比世数比不过国子监戒酒大人家的杨2小姐，就拿人家的样貌说事，说人家空有才华却其貌不扬。这杨2小姐的长相不过是偏向小家碧玉些，但也没你说的那般不堪啊。杨2小姐被你欺负的眼睛都哭肿了，你这不是目中无人是什么？今日在场的贵女们，除了一些特殊原因没有来的，基本上在场的没有一个喜欢程雪云的。有了夏婉宁在前头带头批判，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一一的数落程雪云的过往事迹。你们就知道欺负我，你们也都不是什么好人。行了，姐妹们都别说了，看把咱们程小姐都气成什么样了，这妆都哭花了，哪里还有半分好抚迪你的体面啊？来人，快去准备干净的热水，带咱们程小姐洗把脸。今日来者是客，可不能怠慢了。夏婉宁今天是头一遭带头欺负人，她以前是不屑干这种事儿的，主要是没人惹到自己。但是程雪云却非要往自己的雷区踩，她根本就不知道夏婉宁是把朋友看得最重的。她在京都没有知心的好姐妹，江穗是唯一一个让她一看就觉得很有吸引力，一相处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的。不用你们假惺惺，你们都看不起我，欺负我，没关系，那我也看不起你们，谁稀罕了你们当朋友啊？程雪云说完便提着裙子哭哭啼啼的跑了。她一走，夏婉宁便宣布春日宴继续举行，还让人把自己房间内盒子南海金珠取来，在场的贵女们1人2颗。南海金珠虽然不适合年轻女子佩戴，但也重在稀罕，得来不易，送给家中的长辈还是可以的。看吧，我说了要让程雪云今天哭着回去，就一定会做到。没想到当坏女人还挺爽的，原来仗势欺人是这个感觉啊！母亲哥哥，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逆女，跪下！你看看你像什么个样子！父亲，今日女儿在宁安侯府受了天大的委屈，您要为女儿做主啊！他们全都联合起来欺负我。若不是你先僭越，做了这么多不合规矩的举动，谁会闲着无事做，专门针对你啊？早在程雪云没回来的时候，夏婉宁就安排人提前赶到了宣平侯府，把今日发生的事情先给说了，主打一个先入为主。刚刚县主派人来了一趟，表示歉意，说是今日没能让你在他那里玩得开心，反而还让你生着气回了家。他还差人给你送来了礼物致歉，并说明了你今日在宴会上的所作所为。雪云，你真是太令人失望了。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呀？他怎么还恶人先告状上了？明明是他带头先找我不痛快的，还不给我面子，所以那些贱人们都开始肆无忌惮的说话刺我，怎么到头来我还成了主动惹是生非的那个？你说什么？你刚刚叫他们什么？侯爷精准地捕捉到了他话里的关键词。程雪云，你当真是令人失望。不管怎么教你，软硬兼施，你还是屡教不改。你口中那贱人都是京都名门望族，世家贵女，个个身份不低。你如此言行，只会给我宣平侯府招来祸事。什么也别说了，今日你给我去祠堂罚跪，明日一早你便去永昌伯爵府给那高小姐赔不是。父亲，明明受了委屈的是我，你为何不辨是非，也不听我解释，就直接罚我？难不成女儿说的话还不如一个外人可信？哼，你可知你今日错在哪里了？第一，你去参加县主举办的春日宴，不该打扮得如此招摇，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还拿自己与公主比肩，这就是僭越。其二，
你不该主动给县主送礼，盲目的想要出风头，你这霸气之心太过明显，拉低了我宣平侯府的气节。第三，就算是那高家嫡女出言不逊，你也不该对人家动手泼茶。若是给人家脸烫出个好歹来，你如何担待得起？所以你今日受的委屈都是你自作自受，但是你犯的错，你必须要得到惩治。看来平日里啊，就是太过娇宠你，惯得你是无法无天了。让我跪祠堂可以，但是让我去给高文熙赔礼致歉，那是绝无可能的，我死也不会给他低头。那你跪到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你再起来。还有，这次谁都不允许给他求情，谁给他求情就一并跟着跪祠堂去。程雪云闻言嚎啕大哭起来，又委屈又愤怒。杨儿，你送雪云去祠堂吧，照你父亲说的办。是。程雪云可怜兮兮地看着程墨阳，希望他能给自己放水。今日你的确错得离谱，是该受责罚。走吧。这一下，程雪云悬着的心完全是死了。他还算骨头硬，在祠堂跪了整整2天，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用了惯用伎俩装晕，这才从祠堂里出来。但他依旧逃不掉要去永昌伯爵府给人赔礼道歉的结局。夏婉宁这边一结束就让人去给江穗送了消息，说是自己已经帮他惩治了程雪云，报了那日在白喜园受欺负的仇了。江穗听婢女这么说还有点惊喜，没想到这件事自己都没怎么放在心上，结果夏婉宁却这么费心的替他报仇了，内心说不感动是假的。家人们，什么叫闺蜜？这就叫闺蜜呀！抱歉，夫人先选吧。无妨，你先来的，自然是你先选。宣平侯夫人向来都是很讲道理的，她不会仗势欺人，很是低调。这时候女使回来了。这位夫人是娘子的娘亲吧？您保养的真好。啊，不，您误会了，我与这位夫人并非母女。啊，抱歉，是我眼拙了。两位站在一起，不论气质还是相貌，都太像了。无妨，我与这位娘子都瞧上了同一盒口脂，不知你们店里可否还有存货？有的，我这就去仓库拿货，二位稍等。女使笑着回答，然后便去了仓库拿货。啊，这位娘子几日前可是去过白喜园？江穗点头，并未否认。啊，莫阳说的果然没错。这位娘子，不瞒你说，我乃宣平侯府的夫人江氏。前段时日，听闻您与小女雪云曾在白喜园发生过口角，我儿子回来还和我说了此事，没想到今日便在这里碰见了。怪不得他刚刚问我前段时间是不是去了白喜园，原来是在和我求证啊！见过侯夫人。啊，实在是抱歉，是我教导不力，导致小女养成了刁蛮跋扈不讲理的性子，冒犯了你，我代她向你赔个不是。为表歉意，这盒口脂便当作是我送给娘子的礼物，还望笑纳。不用了，夫人，您太客气了。那件事我并未放在心上，您大可不必如此。娘子，我是诚心诚意代替小女向你赔不是的，请你一定要收下这份薄礼。从和江穗的谈话中得知，江穗是陪着夫君来京都参加春闱的。江氏闻言便只能祝福她，希望她丈夫能金榜题名。临近分别，侯夫人还有些依依不舍，她和江穗相谈甚欢，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要不是江穗已经嫁人了，她都恨不得要把她认作自己的干女儿都好。江穗回到小院，正好也到了饭点，后厨准备了精致的餐食。萧鹤川知道她出去逛街了，但没想到她居然去了那么久。听江穗说了才知道，原来她在外面还和侯夫人有这么一段际遇。宣平侯和宣平侯夫人在京圈的口碑一向很好，夫妻俩从不轻易得罪人，所以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尤其是宣平侯夫人。程雪云在外面惹祸，他就想办法替她善后，哪怕自降身份他也不会在意，只要对方不和侯府结仇就行。但恕我直言，他们这般纵容只会让程雪云越发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了，我不是听你说宣平侯府后面找回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吗？可你说他们原本的女儿不是出生就夭折了吗？在京都几乎没有一座府邸的后院是没有争斗的，很多表面上看似平静的后宅，实则背地里都多多少少有些阴谋，有的是为了争宠，有的是为了子女谋利益，
对于宣平侯府的事情，我知道的并不多，只知道他们也是通过一些偶然的情况才找回了自己的嫡女，才知晓当年他们的女儿并没有夭折，而是受人算计，流落民间，据说吃了很多苦。亲生女儿找回后，宣平侯和宣平侯夫人也并没有因此就剥夺了程雪云嫡女的身份，秉承着祸不及后辈的原则，依旧将她养在膝下。不过程雪云似乎很介意那位流落在外的嫡女回来，总是针对她，想方设法地欺负她。那位嫡女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我并没有见过，只是传言她流落民间这些年，因为受过的苦太多，养成了十分古怪的性子，不爱说话，胆子很小，也不爱交际，而且因为没有念过书，所以言行粗鄙，在京都这样讲究的地方闹了不少笑话。又有程雪云有意无意的添油加醋，暗地里欺负这位嫡女，便不愿意再出来交际了。而且最过分的是，程雪云居然将她在民间所受的那些苦和曲折当作笑话一般宣扬了出来，当时可是震惊了不少人呢。宣平侯和宣平侯夫人差点没气得吐血，因为他的种种行为，以至于原本很维护宠爱程雪云的宣平侯世子也对他失望透顶，对外说自己只有一个妹妹，但并非程雪云。程雪云凭一己之力失去了整个侯府对他的包容。所以那位真正的嫡女到底经历了什么？据说她出生之后遭人迫害，被人丢弃，流落到了一户普通人家，那户人家对她一点都不好，总是虐待她，甚至在她满了15岁以后便给她送去了地主家为妾。她在地主家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据说被虐打至流产，整整有3次，直接便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不久，那地主家道中落，她又被转而送给了其他人。到了那户人家，她依旧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日日被当家主母殴打凌虐。之后她实在是受不了了，便鼓起勇气逃了出来，一路辗转到了京都，机缘巧合之下到宣平侯府当了丫鬟。听说她是因为和宣平侯夫人有着极其相似的面容，才引起了侯府的注意，因此牵连出她背后的身世。仔细找人核实过，确认她是因为被算计，所以才流落在外的。她也是可怜，属于自己的好生活被人替代，自己则是受尽曲折坎坷，好不容易认祖归宗，以为能过上好日子了，结果却被程雪云搅得一团糟。那这个程雪云当真是可恶，她自己白白占了人家嫡女的名头，代替人享受了这么久的嫡女待遇，非但不感恩，还蓄意报复。怎么会有她这么恶毒扭曲的人？她这个人和叶舒比起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都是自私自利。江穗不知道为何听见那个可怜的嫡女的遭遇，他内心生出了一丝丝一缕缕的疼痛。宣平侯夫人那么好那么温柔的一个人，她的女儿若是能从小跟在她身边，一定会被教养的知书识礼，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肯定比程雪云强出1000倍才是。你放心吧，程雪云后来的下场也不好，侯府对她失望至极，她也耗光了侯府对她仅有的那些情分，没人愿意再宠着她，给她嫡女的尊贵了。她凭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好日子也折腾没了。宣平侯将她送到了庄子上，不允许她再回到侯府。原本是打算寻个人家将她嫁了的，但奈何她名声已经臭了，根本没人愿意娶她，哪怕是当个妾，人家也觉得娶回家会搅得家宅不宁，所以她的下半生过得十分孤独，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了侯府的庇护，她在庄子里，那些伺候的下人也不拿她当回事，日日搓磨她，欺负她，她也算是罪有应得。那位嫡千金后来过得还好吗？想到原主也是养父母对她不好，原本是准备给她送到地主家做妾的，她想都不敢想，要是自己没有穿越进来，那么等待原主江穗的是否也是同样的遭遇？据说早些年因为那些事亏空了身子，侯府每天金尊玉贵的养着，奈何心病难医，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侯爷和侯夫人也是没能逃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命运。莫名其妙的，江穗的眼睛忍不住泛红，几滴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了下来。你这听的是别人的故事，怎么还自己哭上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眼泪就是止不住的流，心里也难受。江穗边擦眼泪边解释，此时江穗压根就没想过自己日后还能与宣平侯府有那么大的渊源。夫人，你可是又梦见楠楠了？侯爷，我总觉得我们的楠楠没死，他在梦里一遍遍的喊我，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他说他在外受了很大的苦。夫人呐，你睡糊涂了，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能放下吗？当年楠楠的确是断了气啊，我亲眼所见的。
当时孩子抱在他手上的时候已然断了气，他是亲手验证的，怎么会有错呢？可我明明记得他出生的时候哭声可嘹亮了，怎么会？夫人，不要想太多了啊！你只是太过思念楠楠而已。过2日，我陪你去看看她，可好啊？不，侯爷，我是真的觉得当年的事情有蹊跷。我头一次梦见楠楠在梦里这么同我说话，所以我求您再彻查一下当年的事情，可好？你想如何查？宣平侯见他这般坚持，心想或许只有依了他，他才能死心了。我依稀记得楠楠出生以后被产婆抱在手中，我模糊间记得她左脚踝上有一个类似于蝴蝶的胎记。侯爷，您有见到那个胎记吗？您不妨将当年在房中给我接生的人都找齐，再仔细查问一番。当时楠楠给我抱的时候，已经包在强果之中，没有了气息。这孩子刚出生的模样都差不多，我只是记得他的小脸憋得紫红紫红的。但是我确定的一点便是，他和你一样，有一对小梨窝。那模样，我都不忍心多看。当时在你身边伺候的嬷嬷告诉我，若是你醒来知道此事，肯定是接受不了。你刚刚生产，太过虚弱，不能大悲，会坏了身子的。我心想，喜嬷嬷在你身边伺候这么久，你也用的习惯，她总不会害你。我也将她当成亲信，于是我便吩咐她将楠楠先带出府，再寻个好日子好好葬下。喜嬷嬷。突然听见这个名字，姜氏猛地想起，喜嬷嬷在那之后不久便告诉自己，她身染恶疾，命不久矣，恐怕无法再继续伺候自己了。那会儿他也想着，喜嬷嬷年事已高，又伺候了自己这么多年，她如今身子不好，他也不便再留她，而是打发了一笔丰厚的银子，让她拿了卖身契出府养老去了。如今这么想来，喜嬷嬷的种种行为的确可疑。夫人可是觉得那喜嬷嬷可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再次查查当年的事情，否则我寝食难安。行，那就依夫人的，我会再次将当年伺候你生产的所有人找齐，挨个的查问一番。只是如今已经过去了18年，早已物是人非，也不知道那喜嬷嬷是否还在人世。想要打听她的去处，怕是要花费些功夫和时日了。历经18年的更迭，许多人和事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要想旧事重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无妨，我等得起，我只是想要一个让我心安的结果罢了。日子过得很快，3年一度的春闱来临，京都贡院门口考生齐聚。郭乾，上一世你害我，毁我名誉，这一世也该轮到你身败名裂了。江遂一抬头，看见萧鹤川正眯着眼，定定地看着不远处。他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他是谁？礼部尚书之孙，郭乾。放心吧，这一世他拿不住你的把柄了，咱们会万事顺遂的。乖乖在家等我回来，京都咱们都不熟，我在考场的这些天，你就尽量不要出门了。我看见弟妹了，在那儿。齐兄，鹤川早就看见了，根本不需要你瞎操心。都辛苦了，我已经吩咐厨房准备你们爱吃的菜了。回去以后都先舒舒服服洗个澡，换身衣裳，再美美的吃上一顿，睡个好觉。然而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独自来京都赶考的骆明就显得十分形单影只了。他一个人在京都，人生地不熟的，什么都是一个人。看见萧鹤川他们有说有笑的，别提有多羡慕了。骆明，大家都是冀州来的，又都是白云书院一个学堂的。如今春闱考完了，如若不嫌弃的话，到我们那里吃顿便饭吧。咱们都是冀州人，又是同窗，以前就算是有什么隔阂，也都已经过去了。一起吧，吃个便饭。是啊，罗兄，大家一路走到这里不容易，现在春闱都结束了，就别扭扭捏捏的了。面对他们3人的邀请，骆明的内心五味杂陈。他孤独太久了，还真挡不住他们的邀请。好，那便叨扰了。
于是骆明便跟着他们4人去到了他们租的院子里。看着这一大桌子美食，骆明很没出息地咽了咽口水。他来京都，肉眼可见地清瘦了许多，看来在京都是吃了点苦的。骆公子别拘谨，快吃吧。或许是太久没有吃到这么丰盛的一顿饭了，骆明吃得很急，刚给他盛了一碗汤，他咕噜咕噜2下便喝了个干净。其他的菜也很合大家的胃口，大家吃得很舒服。骆明一个人就吃了3大碗米饭，看得出来是真的饿坏了。饭后大家的困意袭来，萧河川留骆明在这里休息，反正客房都已经给他准备好了。骆明一开始还推辞，后面实在是招架不住齐修远他们的热心，便选择住了下来。骆明其实还挺可怜的，掉进了叶舒那个坑里，也不知道过的什么窝囊日子。听说好不容易找到个2情相悦的姑娘，还被叶从文给看上了。江穗也是听萧鹤川说的他的遭遇，多少对他有点同情吧。春闱放榜要等1个月以后，接下来这1个月就不需要和之前一样紧张了，需要紧张的是殿试的时候自己的临场表现。到时候殿试的题目是由圣上出题的，他会出些什么题目大家都猜不到，萧鹤川也不敢肯定题目是不是会如上一世一样。不过他不担心也不紧张。在春闱放榜之前，他还给贺连景递了一个消息，告诉他礼部尚书之孙郭乾他的考试成绩或许有假，建议严查。而宣平侯府内也在悄悄地办着一件事儿。宣平侯为了让夫人安心，便听他的话，准备再查查当年生产的事情，将当初在场的人全都找齐，挨个盘问了一遍那日的细节。只不过此事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夫人您刚刚生产完，便立即晕了过去。喜嬷嬷便吩咐奴婢赶紧到后厨准备一些滋补的汤品，说是等夫人您醒来之后喝。可这一去一回的，估摸着得有小半个时辰。春兰去了后厨，前脚才出门，这喜嬷嬷又安排奴婢去找太医，说是要仔细问询一下。他说夫人身子骨弱，这一次生产耗费了巨大的元气，月子里需要更加仔细的调养。他让奴婢去拿纸笔，将太医说的都仔细记下来。这一去一回的，约莫也得有个半个时辰。当初宣平侯夫人痛失爱女，喜嬷嬷曾向侯爷提议，将房内伺候的人都换掉，以免夫人时时见着他们，总是想起伤心事。老身记得当时孩子出生的时候哪里都没有问题，哭声嘹亮，2个小脚踢得可欢快了，一看就是个健康的孩子。他的左脚还是右脚的脚踝上有个蝴蝶形状的胎记，还是我亲自给他洗的澡，他可乖了。当时我还夸他来着，小姐生的真像夫人，以后长大了定和夫人一般美丽。只是没想到后来接生婆这里没问题，那就只剩下奶娘没问了，把2个奶娘都找了过来统一审问。当时喜嬷嬷让我给小姐喂奶，小姐吃的挺好的，吃着吃着就睡着了，特别的乖，不哭不闹的。吃完以后，喜嬷嬷便又把她抱走了。她说这孩子啊，她先看着，让我们去把隔壁的房间再收拾一下。这隔间太逼仄了，人多了走不开。我们当时并未觉得哪里不妥，就想着这小姐已经喝过奶睡下了，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醒来，所以便听她的话去收拾房间了。这之后我们再未接触过小姐，就听闻她已然。如今种种迹象看来，喜嬷嬷是最不正常的一个，她的嫌疑最大，甚至可以怀疑是她对孩子下的手。可当时根本没有人怀疑到喜嬷嬷身上，大家都觉得她是夫人最信任的人，她是夫人的心腹，平日里也是一切以夫人的利益为主，一心一意替她筹划的，就连宣平侯夫人本人都没有怀疑过她。在那之后没2年，喜嬷嬷的身体便愈发不好了。那会儿喜嬷嬷也已经差不多50岁了，江氏是个心软的人，他不忍心让喜嬷嬷再为自己继续操劳了，便给了他卖身契，还了他自由，还给了他一笔足以舒服的过完下半生的补偿银子，让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侯爷，不论如何，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找到喜嬷嬷一家的踪迹。
如今我越发觉得我的女儿或许还活着。当时并没有人亲眼看见孩子下葬，因为宣平侯和姜氏都十分伤心，也不忍心去看。所有的一切都是喜嬷嬷一手操作，如今就连宣平侯本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或许没那么简单。轩儿，你放心，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喜嬷嬷一家的踪迹，势必要查明当年的事情。若是咱们女儿还活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也要接她回来。他叫来了儿子陈默阳，吩咐他带着人去一趟囡囡的墓地，开棺看一看虚实。父亲，您认真的？宣平侯见他面露难色，于是便把自己重查他母亲当年生产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听完以后，陈默阳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他想知道妹妹是否还活着，若是开棺之后里面有尸骨，那便证明妹妹的确已经去世了，但是她也死得不明不白，可能是人为，并非夭折。当时下葬的事宜是喜嬷嬷一手操作的，这些年根本就没人纠结过这件事。宣平侯夫人也是在那天见过姜穗以后，晚上做了那梦，她才突然像是有了什么心灵感应一样，无论如何也要重新追溯当年的事情。事实证明她的直觉是准的，当年的事情确有蹊跷，只是她被信任之人蒙蔽了双眼。陈默阳虽然知道了原因，但也还是有些犹豫。他要是开了棺，发现妹妹的尸骨的确存在，他都不敢想自己得有多么自责和过意不去，因为这是对已逝之人的大不敬。但是这事儿的确他去办才最合适，所以他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立马去操办了。当初宣平侯对这个庶女是没那么热切的，毕竟是他不爱的女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所以出生的时候，他出于是孩子父亲的身份，也只是尽了一些应尽的责任。他更多的还是伤感，自己和轩儿的女儿没能养活。轩儿，这是好事啊，说明楠楠还活着。我知道，可我一想到她或许流落在外那么多年，不知道过了多少苦日子，而我们却一直安享荣华，甚至到现在才想起来要找她，我这心里就跟刀割一般的疼。侯爷，我求您，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女儿，把她带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放心吧，轩儿，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4月初，春闱放榜，贡院门口张贴了告示，前30甲乃是圣上亲笔所封，萧鹤川的名字一眼就找到了。萧鹤川，你可以啊，你又是第1名，这次可是会员呢。这一次春闱，陆瑶的名字没有上榜，齐修远在榜上排在第15名，可是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骆明的名字，他也落榜了，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哎，收拾收拾，过2天可以回冀州了。别灰心，咱还年轻呢，这一次不行就等下一次呗。虽然落榜了，但是你回去就能早日成亲，抱得美人归了呀。这一次看榜没有看到郭乾的身影，估计是他早就知道结果了，所以没脸出来见人了。他是这一次春闱的第2名，早前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一定能够3元及第，却不想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虽然第2名也不低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丢脸得很。齐修远几人东张西望了一圈，也没有看到骆明的身影，或许是他早早看到了结果，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吧。陆瑶还想着约他一同结伴回冀州呢。骆明，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有才华，有相貌，从前还有个好家庭背景。只是啊，你或许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对手，以至于你从来都是骄傲的。其实人生有时候遇到点挫折也挺不错的，能改变人的心性。你还能学到很多，明白许多从前不明白的事儿。所以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吧，下一个3年顶峰相见。陆瑶说的对，自己从前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是最好的，从小到大都太过顺遂了，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和对手，所以心比天高。后来遭遇了一系列的变故，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和心境。好，下一个3年你我顶峰相见。两人碰杯一饮而尽，冰释前嫌。
楚王殿下，你不是信誓旦旦的告诉我，殿试的测论题是有关于赋税的吗？怎么变成冀州地震了？殿试的考题变了？可不是嘛！这题目一变，我所有的准备都功亏一篑。这次殿试，我只怕是要落榜了。以你的资质，就算是题目变了，你也不至于考得太差吧？上一世他也不知道郭乾作弊，只知道在殿试的时候父皇腰背的隐疾犯了，考到一半便要起身出去走动一下。他为了体现自己的孝心，便陪着一起。也是在此期间，礼部尚书趁着空隙，将穆青写好的答卷拿过来替换了郭乾的答卷，一招瞒天过海，玩得很溜。这一世，贺连景十分小心，因为萧鹤川的提点，他一步都不曾踏出大殿，就是怕被人钻了空子。你害死我了，你知道吗？本王害你？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这么同本王说话。当初你要问我，我告诉你了，你自己相信了。如今考得不好，反倒怪上本王了。而且，你不觉得你在本王面前太放肆了吗？殿下息怒，是我僭越了。贺连横眯着眼，也懒得同他废话，直接摆摆手，让他先回去。殿试的结果出来得很快，一共就30份卷子，由圣上一个人去看，毫无悬念，最佳的答卷当然是萧鹤川的。他将所有的问题写得很全面，这策论写的甚至比朝中那些大臣们的奏书还要好，这天生就是当官的料啊！再加上福公公把自己收上来的诗给皇上一看，皇上直呼好文采，他不入翰林院，谁入翰林院呢？不过当他看到郭乾的答卷的时候，直接两眼一黑，这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去把礼部尚书给朕叫来。圣上很少发脾气，一发起脾气来，必定是要将人骂个无地自容的。朝中许多大臣都是体会过的。恭喜状元郎，未来半月您准备一下，搬进状元府。半月后，朝廷第一甲的前3名安排了跨马游街，到时候仪仗队会直接到府上来接您。江穗很有眼力劲儿的塞了一包银子给了来宣旨传赏的公公。齐修远也有样学样，跟着给赏银。公公满意的离开了，走之前还说了很多吉祥话。告示发布以后的第5天，圣上召见了萧鹤川到御书房面圣。状元郎果然经才绝艳，能力不俗。我大清日后有你这样的人才，实乃百姓之福。就是不知道像状元郎这般优秀的好男儿，可有婚配否？回皇上的话，臣已然娶妻。倒是没听人说过状元郎年纪轻轻便已经有了家室。是，臣的妻子在臣最为落魄的时候就已经嫁给了臣，她不曾嫌弃过我，还对臣的家人父母尽心尽力侍奉，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臣此生发过誓，以后不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也绝不会辜负自己的妻子，对她永远忠诚。你落魄之时，是指冀州发生地震的那一年吗？回皇上的话，这只是其一而已。哦，那朕倒是对你们夫妻俩的故事感到很好奇了。状元郎可否愿意说与朕听听？圣上在宫里待久了，平时的爱好就是喜欢听一些民间的小故事。圣上听了他的描述，当场便夸赞江穗确实是个难得的贤妻，当得起状元郎的一腔深情。总之今日的谈话还是很顺利的，圣上对萧鹤川哪里都满意，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让他当自己的驸马。圣上很宠爱自己的小公主，一直想给她挑选一个才貌双全、德艺双馨的驸马。这好不容易有个看上眼的，结果人家家中已然有了一位贤妻。他是个贤明的君主，是万万干不出那种棒打鸳鸯的事情的。正当面完圣，萧鹤川准备离开的时候，圣上身边的福公公便急匆匆的进来了。皇上，外头有人敲登闻鼓，要告御状。是何人要告状？礼部尚书之孙郭乾身边的书童。哦，所谓何事？萧鹤川知道贺连景那边策反成功了，穆青敲了登闻鼓，那郭乾的那些阿杂事儿再也治不住了。穆青是吧？你击响登闻鼓告御状，所告何事？贱奴要状告礼部尚书之孙郭乾，也就是我的主子，胁迫奴才在科举考试中替他作弊，他每一场考试的答卷都是奴才一手完成的。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一个书童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口气？
我劝你想清楚再说话。你父母在郭家这么多年了，一直忠心耿耿，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混账？大殿之上，不得喧哗。母亲，你有何冤情，但说无妨。若冤情属实，自有圣上为你做主。你既然敲了这登闻鼓，只要有冤情，且查证过属实，朕自当为你做主。你可无后顾之忧？皇上，我自小跟在公子身边，对公子忠心耿耿，但公子不念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从未把我当人看。只要不高兴了，动辄就是非打即骂。尚书大人让公子专心科举，可公子并无这个天赋。奴才打小跟着公子进出学堂，对读书一事颇有想法，一旦闲下来，便专心研读书本自学，颇有成效。尚书大人偶然间发现奴才有读书方面的天赋，而郭氏2代人都是科举入仕，书香门第。可到了公子这一代，他又才能不显，每日招猫逗狗。尚书大人焦心不已，于是便想到了让奴才替公子作弊的法子。自那以后，公子但凡参加什么诗会茶会，都会带上奴才，让奴才替他作答。之后便是同试、府试，是奴才亲自去替公子考的。后面的乡试、院试、会试，因为管理严格，不能再替考。于是尚书大人便利用职位之便，提前获知了考试题目，让奴才提前写好答卷，再给公子熟背，以此作弊。这么多年以来，公子在外显露的所有才能，都与他本人无关。所以此次殿试，因为押错了考题，以至于一开始准备的答卷派不上用场，所以公子才会在殿试上出丑，什么都写不出来。如果不信的话，奴才可以和公子对质，他所有的答卷，奴才都可以背出并默写出来。还有在那些诗会上的所有诗句，皆是奴才一人所对。郭尚书，穆青所言可属实？圣上，是楚王殿下告诉我，您可能会在殿试上出有关赋税的题，于是我才全身心将注意力放在赋税的事情上，并未专精于其他。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在殿试上发挥失常。这个狗奴才，我不知道是受了谁的指使，竟然这般污蔑于我。闭嘴！皇上，您不用听这个逆子胡言乱语，这一切都是老臣的错，是老臣将功名利禄看得太重，才犯下此等大错呀。母亲所言句句属实，但还请皇上看在老臣3朝为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饶过臣的家人。老臣愿受责罚，绝无怨言。赫连恒本来打算出言为自己辩解的，他虽然这一世不想当皇帝了，但是也不想得罪父皇啊，他以后还想过闲云野鹤的好日子呢。还请父皇看在郭老尚书3朝元老的份上，从轻处罚。郭老，朕一直敬你是3朝元老，对郭乾亦是寄予厚望。原来你们就是如此戏弄于朕的，真是太令朕失望了。圣上的语气越是平静，就代表他越愤怒。郭家爷孙2人皆是哆哆嗦嗦地跪在那里，将整个额头都贴在了大理石地板上，不敢作声。礼部尚书郭元礼凭职务之便，行德行有亏之事，犯下大错，但念其一生为我朝奉献的份上，褫夺礼部尚书一职，告老还乡。其妻郭林氏管教幼子无方，此前曾受封2等诰命夫人，德不配位，一并褫夺封号。郭乾无视大清律法，公然在科举上作弊，死不悔改，判流放岭南，此生不得返京。圣上到底还是看在了楚王和贵妃的份上，做了最轻的处罚。不过这样一来，郭家就算是不成气候了。穆青的结局还是和上一世的结果一样，他是受害者，皇上给他解放了奴籍，他从此就是良民了。皇上圣明。这件事本就很好解决，只要穆青愿意自爆，郭乾就没有自证的能力。但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这也是最好的结果了。还好郭老尚书只是失去了职位而已，他本来也就年事已高，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只是这郭老夫人就有点冤了，在家里坐着，这诰命就没了。萧可川看了一场戏，其实心里也说不上多解气，但反正气势已经消了。见过楚王殿下。原来是状元郎啊，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呢，还没有恭喜状元郎呢。萧可川没有说话，只是礼貌地笑着。状元郎还未受职，便已得到了父皇的喜爱与赏识，
看来日后封侯拜相是在所难免了。楚王殿下言重了，臣惶恐。惶恐什么？状元郎从面相上看，就有官至首辅的福气呢。承蒙殿下看得起，臣就借殿下吉言了。哼，权力有什么好的？本王如今觉得，权力于我而言不过是过往云烟。本王只想恣意快活地过完此生，什么都不想要了，然后和心爱之人看遍这大庆的大好河山。听说状元郎是冀州人士，过几日本王就要下冀州了。状元郎若有家书或者什么好东西想要带回冀州给家里人的话，本王可以替你顺便捎过去。多谢王爷挂念，家书已经寄回，也无甚好东西要带回去的。臣祝王爷此次冀州之行一帆风顺，得偿所愿。萧河川也看出来了，贺连横这辈子好似的确对黄泉不感兴趣了，他对方妙更感兴趣。他和方妙前世有情爱纠葛，临死之际才发觉有多深爱。这一世他拿的是追妻的剧本，只要他不捣乱，他想去追妻就去追吧。萧河川祝他得偿所愿，反正方妙的身份要不了多久也会水落石出，两人也算是门当户对。半月之后，仪仗队一大早就来接萧河川跨马游街。这跨马游街3年才举行一次，场面之盛大，整个京都的老百姓都来围观了。状元郎的风姿，惹得路上一众观看的少女们都露出了向往羞涩的神情。谁人不想嫁给这么一位才华横溢、风神俊朗的男子呢？一行这般受欢迎，弟妹不吃醋吗？为什么要吃醋啊？如果是个人对我夫君笑一笑，我就要吃醋的话，那这醋我吃得完吗？再说了，我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对，这说明他足够优秀啊。弟妹好格局。与此同时，在隔壁房间，程墨阳也带着程雪云在喝茶，顺便看一下跨马游街的新科状元。哥哥，新科状元居然是他！我想，我日后想要嫁的男子，就是像他这般的，才貌双绝，只有这样的男子才能配得上我。雪云，我劝你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人家状元郎已有家室。那又如何？我们宣平侯府何等尊贵，我是宣平侯府嫡女，哪点比不上那个女人？你或许是还不知道有关于状元郎的故事。他面圣以后，便从宫中传出了状元爱妻敬妻，堪为郎君之典范的佳话。人家的正妻陪着状元郎一路吃苦，毫无怨言地走到如今。正所谓糟糠之妻不下堂，不能自己富贵了就忘掉一直陪着自己吃苦的原配妻子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状元郎也并非什么良人。正说着，家里的小厮便过来了。世子，侯爷请您速速回府，有要事相商。雪云，你先一个人在这儿看吧，父亲有事找我回去，我就不陪你了。去吧，哥哥，我一个人再玩会儿。程墨阳给他留了2个护卫的小厮保卫他的安全，自己便匆匆地回到了府里。宣平侯府，父亲母亲，下人说你们有急事找我相商，可是妹妹的事情有了下落。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喜嬷嬷当年离开侯府以后的去处。她离开侯府以后，便带着她的儿子到了边境一个叫做宣城的小县城过活。我要你立马带着人赶往宣城，找到喜嬷嬷一家，确认当年的事情是否有隐情。若是你妹妹还活着的话，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把她给我找回来。是啊，我有种预感，我的楠楠还活着，并且吃了许多苦。我真是一刻也不愿他在外受苦了。是，父亲母亲，我立刻让人收拾行囊，明日便启程出发赶往宣城，一定打听出妹妹的下落。真正的宣平侯嫡女，本就是在全家的期望中出生的，她本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才对，是程雪云抢走了她的一切。程雪云要是知道她或许还活着，指不定要嫉妒成什么样呢。原来你是状元郎的夫人，早就听说状元郎和你的佳话了，二位的感情当真是羡煞旁人呢。哼，感情深又如何，也照样改变不了有些人是乡野出身，上不得台面。萧夫人莫要见怪，我这女儿被我给惯坏了，不会说话，我代替她向你赔个不是。江穗也是服气程雪云这个横冲直撞的性格，看谁不爽就逮着谁对。夏婉宁听说江穗到了，立马亲自出来迎接，正好听见了程雪云说的这番话。我们状元郎夫人虽然是出身乡野，
但是却一点儿不比咱们这些出身世家的千金小姐们差，甚至比我们中的一些人强上100倍。你们估计还不知道，我白起元红极一时的那出大闹天宫和女驸马的戏本，就是咱们状元郎夫人写出来的吧？天哪，难以想象啊！大闹天宫居然是一位女子写出来的。是啊，这也太厉害了吧！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啊！大家误会了，这戏本子并非是我本人所写，我只是一名转述者罢了，当不起。就算是转述，那也不能说你是个大字不识、笔墨不通的乡野之人。你那一手簪花小楷写的那叫一个漂亮。前些日子，我记得你无意中说了一段词，可是惊艳了我许久。大家可想听听看，咱们的状元郎夫人说的是什么词？县主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出来，让我们也洗洗耳朵。能惊艳县主的词，必然是好词。红藕香残，玉宇钿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江穗就知道他要说这个，有些无奈，但又阻止不了。妈呀，这也不是自己写的呀！当时只是刚好谈到了梅花，他就顺嘴给背了出来。状元夫人好会写啊，这首词可真美好。所以说啊，别再笑话咱们状元郎夫人是什么乡野出身了。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不像有些人虽然出身好，但不见得是个品德高尚之人。有些人出身不好，却是出淤泥而不染，一世而独立。大家说我说的对吗？县主说的对，人不可貌相，不能因为一些片面的东西就否定一个人的所有。很多想要巴结讨好夏婉宁的这些贵女们开始卖力的捧哏，经此一遭，谁还敢瞧不起江穗？现在大家看向江穗都是带着敬重的眼光，如今不仅有了贤名，还有了才名。程雪云羞愧至极，死死地咬着下唇。江氏也是觉得脸上无光，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些怪罪到江穗头上，人家说的是事实，是他教导无方。完事后，夏婉宁直接拉着江穗回了自己闺房。不是和你说了这词儿不是我写的，而是我听别人念过，所以才记下的，你怎么把它算到我头上了？哎，怕什么？你如今已经进了咱们这圈子，之后少不了这样的场面。你难道还想回回都被人笑话你出自乡野的身份？你不嫌憋屈，我还替你憋屈呢。再说了，你在我心里本来就很厉害，你看你做生意是一把好手，可是这事儿总不能拿在明面上说吧？哎，你放心，只此一次，咱们把名声给立住了，日后就没人敢为难你了。那程雪云就是个丑角，还自以为是。不过有一说一啊，你和宣平侯夫人站在一块儿，还真像母女来的。你俩这气质还有长相，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简直太像了。我和宣平侯夫人偶然相识，就是因为这长相。她觉得我很像她年轻的时候。其实宣平侯夫人人很好的，就是这程雪云实在是一言难尽。宣平侯夫人是很好，但是程雪云又不是她亲生的，她是运气好且能个嫡女当。实际上呢，她是侧室生的，估计这性子就是像她亲娘吧。夏婉宁不以为然，大家都是这么评价程雪云的。事实上，她的种种行为也认证了这一点，并不是众人编排她。哎呀，对不住啊，萧夫人，刚刚一个没注意，我不是故意的。夫人，奴婢带您去换身衣裳，您身量和县主差不多，想来她的衣裳你也能穿。这时候，江氏也走了过来。实在是对不住，雪云她冒失惯了，我陪你一起去吧。说着，江氏还瞪了程雪云一眼。程雪云才不管那么多，她只管自己的气发泄了，心里就舒坦。到了房间，婢女去取一套全新的没有穿过的衣裳和鞋袜。江穗等待的间隙，先把鞋袜都脱了。都是女子，所以就没避着宣平侯夫人。鞋袜一脱，她脚踝处那个显眼的蝴蝶形胎记就这么明晃晃的暴露了出来。江氏一眼便看见了，当时便愣住了，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你这脚上的胎记……夫人，我这脚上的胎记是出生时就有的，怎么了？
我早夭的女儿有个和您一模一样的胎记，也是长在这左脚的脚踝上。看着江穗和自己相似的容颜，以及那代表性的梨窝，再加上这脚上的胎记，江氏的内心实在是没法平静下来。夫人，不瞒您说，我的确是被养父捡回去的，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会不会你就是我的女儿？夫人，可否问一下你女儿的生辰是哪日？6月初6，正是酷暑难耐之时。我的生辰也是6月初6，我被养父捡到之时，襁褓之中放了我的生辰八字，正是6月初6。对了，全都对上了。你是我的女儿，你就是我的女儿，你一定就是我的楠楠。你果然没死，你可知道为娘这些年没有一刻放下过你。多少个午夜梦回，江氏都能梦见自己这可怜的女儿，每个年龄段的她都有，只是看不清面庞，早已经成为了她心中的一块心病。啊，这是闹的哪出啊？我怎么看不懂了？你们这是？县主，穗穗或许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这个消息在夏婉宁心中平地惊起一道天雷，她 CPU 都要干烧了。不过当务之急还是等江穗把衣裳和鞋袜换了再说此事。江穗换好衣裳以后，三人也不去前厅吃席了，而是坐了下来聊起了当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如今种种迹象都证明穗穗的确是夫人您的亲生女儿，但要完全确认，还得等世子从宣城带回可靠的消息才行。没错，但如今我可以很肯定，穗穗一定就是我的女儿。不然县主您说说看，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这么多细节都对上了？可如今要对外宣布穗穗是我的女儿，还是需要等我儿莫阳那边的消息。只有喜嬷嬷本人才知道，当年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将我的女儿偷走并遗弃。夫人，我也觉着穗穗一定就是您的亲生女儿，一切都对上了。我刚刚还在想，你们俩站在一块儿就和亲生母女一样，但没想到还真是如此。穗穗，等到宴席结束以后，你便和我回府，也去见见你的父亲。他要是知道你还活着，一定会高兴坏的。好，不过我得和夫君提前打个招呼。江穗心里还惦记着萧鹤川还不知道这事儿，估计他要是知道，也会觉得这比画本都富有戏剧性吧。这是自然，劳烦县主差人去和女婿打声招呼。我这就派我的心腹去巡王府通知状元郎一声。夏婉宁说着就起身出去寻自己的贴身婢女去了。这事儿他不放心交给其他人去办，而且现在暂时要保密。他对你还好吗？他对我很好，他的家里人也对我特别好。啊，那就好。只是很遗憾，你人生中的大事，我做母亲的居然错过了。江氏的语气里满满的遗憾和心疼。别人的女儿出嫁都有母亲给她梳头，她的穗穗却没有。程雪云这边左等右等，等到宴席都散了，也没等到母亲回来，终于按捺不住寻了过来。母亲，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等您半天也不见您回来，原来是躲在这里和不相干的人有说有笑呢。穗穗不是不相干的人，今夜他会到咱们府中去，你别无理取闹。他不是不相干的人，那谁是？母亲，您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吗？您就这么喜欢他？他不过是长得和您有几分相似罢了，也值得您这么看重他。程雪云不知道真相，只知道一个劲儿的吃醋嫉妒。总之你别管那么多，这是在宁安侯府，你消停一些，回府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江氏突然间对他这么冷淡，让程雪云的内心更加不平衡，看向江穗的目光又多了几分憎恨。程雪云，你够了，你为什么总是心胸如此狭隘？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程雪云突然被母亲这么一说，感觉天都塌了，她居然当着外人的面这么说自己。程雪云接受不了，眼眶变得通红，哭着就跑了出去。父亲，
你要为女儿做主啊！宣平侯一听见他的声音，瞬间感觉头都大了。你瞧瞧你这样子，哪有半分大家闺秀的体面，成何体统？还有，我不是说过吗？不要随意进我的书房，就算要进来，先要叩门。你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程雪云一上来就和宣平侯告状，说母亲在外面维护一个外人，还当着别人的面贬低自己。你母亲一定有她的道理，又或者是你真的做错了。总之，你母亲不可能有错。宣平侯主打的就是一个偏心，只偏心自己的妻子，就算你是我的亲女儿也不行。父亲，你们现在都不宠我了是吗？你这么大一个人了，说这话不嫌害臊吗？你的规矩果然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等你母亲回来，我自会问她。你先给我回房去，抄写女德女训各10遍，3日之后交给我。父亲，闭嘴！讨价还价再给我加10遍，我还有要事要处理，退下吧。宣平侯对自己这个女儿还是有点失望的，太不懂事了，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要是自己和轩儿的女儿还在，一定不是他这种性格。巡王府内，夏婉宁的心腹丫鬟找到了萧鹤川，亲自和他说了今天江穗和宣平侯夫人相认的事情，并且表示晚上江穗不回家，要去宣平侯府一趟，让他有空的话也务必过去一趟。听闻这个消息，萧鹤川是震惊的，但是他面上没有显露出来，而是平静地说了声自己知道了。他从来没想过穗穗和宣平侯府还有这么一层渊源，所以上辈子宣平侯府寻回的就是穗穗，只是上一世穗穗的灵魂并未到来，所以他和穗穗的人生才没有交集。上一世的穗穗后期遇到了很多困难，吃了很多的苦，才被宣平侯府寻回。萧鹤川一想到穗穗上一世受过的那些罪，他的内心就像是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啃食一般，疼痛难忍。他知道虽然他们的灵魂不同，但是他也依旧心疼。侯爷，我找到我们的楠楠了。宣平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整懵了，他呆愣地看着江穗和自己的夫人。于是江氏便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宣平侯说了一遍，又让江穗把自己脚踝上的胎记录了一下。像，当真是像。轩儿啊，他果真和你年轻时候好像，就连气质性格都好像啊。18年了，整整18年了，原来我们的女儿真的还好好的活着。孩子，是我们对不住你，让你在外受苦了。我们一定会查明当年的真相，给你一个交代的。江穗和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熟络起来，但是并不代表他抗拒和他们接触。程雪云这边听说母亲把江穗带了回来，她正在抄书，立马就坐不住了，连忙赶到了正厅。结果一来就站在门外亲眼目睹了一出大型的认亲现场。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是父亲母亲的亲生女儿？她不是早就死了吗？这不可能！程雪云破防了，她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重大的威胁，于是她跑了进来，突然从后面狠狠地推了江穗一把。江氏见状，立马伸出双手去接他，然后就结结实实的当了个肉垫，两人摔作一堆。只听江氏闷哼一声，也不知道是摔到了哪里。夫人，您没事吧？轩儿，你没事吧？我没想伤害母亲的，是他的阴谋，他怎么可能是父亲母亲的女儿？他一定是贪恋我们宣平侯府的富贵，故意设计的。妹妹早就已经死了，他就是个骗子，他不配。父亲，你快点把他赶出去！程雪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此刻江穗忍不了了，他上前去毫不犹豫地给了程雪云一巴掌，声音十分清脆：“你先别纠结我到底是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不管我是不是，反正你肯定不是。我忍你很久了，陈雪云，你已经不止一次出手伤害我，今天这一巴掌我不打不快，你且给我受着。”你居然敢打我！她是你妹妹，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人，所有的特征都对得上。宣平侯府从此以后不只有你一个女儿，你如果再对穗穗恶言相向，我绝对不会饶恕你。你刚才不小心误伤了你母亲，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去祠堂罚跪，我让你什么时候起来，你再给我起来！父亲，母亲，
我可是陪伴在你们身边整整18年，难道都比不上他在你们心里的地位吗？这些年是我们亏欠的岁岁，让他流落在外受尽委屈和苦楚，本就是我们欠他的。而你已经代替他过了这么多年嫡女的生活，享受着他原本该享受的一切，你为何还不满足，还要咄咄逼人？所以，母亲，你是要让我让出嫡女的位置吗？岁岁本就是嫡女，你和她没什么好争的，你们都是宣平侯府的女儿。宣平侯语气平静无波，但心还是偏向江穗的。江穗就是嫡女啊，有什么不让一说的？将来对外宣布以后，她就是名正言顺的嫡女。假的，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不相信。他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活过来？他一定是假冒的，对，一定是假冒的。来人，把大小姐给我带去祠堂罚跪，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把她给我放出来。父亲，你千万别被骗子蒙蔽了双眼，他就是贪恋我们宣平侯府的权贵啊！父亲，母亲，你们千万别相信他，我才是你们唯一的女儿。宣平侯一脸的严肃，江氏也是频频的摇头叹气，怎么就养出这么个不懂事的孩子？对于程雪云，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他一走，前厅便清静了下来。好孩子，刚刚没有摔着吧？我无事，夫人，您伤着哪里了？只要你没事就好，为娘没关系的。穗穗，和我们说说你这些年在外都经历了些什么吧。既然他们想听，江穗便也不再隐瞒，从实道来。我儿在外受苦了，都是我们的不是，看顾不周，才让你流落在外。你本该出生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平安顺遂的长大。如果不是我们反应的太慢了，你也不至于受苦这么多年。夫人，都过去了，我一点也不在意。我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轩儿，穗穗，既然如今我们一家人都已经私下相认，为了弥补这些年缺失的亲情，不如从今日开始就让穗穗在咱们府上吧。你们娘俩好好培养一下缺失的母女之情，如何呀？江穗第一时间又想到了萧鹤川，正想说要和夫君打招呼的时候，便听见有人来报：侯爷、夫人，状元郎来访。快请进来，前厅备茶。见过侯爷，见过侯夫人。哎，不必多礼，都是一家人。我们刚刚还在说想让穗穗留在侯府住着，但母亲舍不得她，母女俩想亲近亲近，是正要跟你打声招呼呢，没成想你这就过来了。侯爷，安平县主和穗穗是闺中密友，两人关系极好。明日一大早，穗穗要同我一同陪往宣王殿下，前去宁安侯府接亲。县主向他在王府作陪，今日怕是不能在侯府住下。萧鹤川到现在还是一脸懵，他总不能什么都没有了解清楚，就把自己媳妇儿给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吧。虽说这或许是他的娘家，但是才第一次来，他就是陌生的地方啊。既然是县主亲口要求的，那这个面子自然是要给的。今夜你便先同女婿先回府休息吧。夫人，我答应您，今夜过后便搬来侯府陪您住可好？不过只能小住几日。这次陪着夫君来京都赶考已经小半年了，冀州那边婆母一家还在等着我们回去，等着鹤川衣锦还乡。我们本就商议好了，等到县主的大婚过后，便即刻启程回冀州的。夫人呐，这回你可有事做了。穗穗要来府上住，你不得亲自替她操持一个大点好住的地方？虽然这次只能小住几日，那未来有大把的时候要回来住呢，咱们来日方长。对，我得赶紧安排人收拾一处院落出来，连夜添置打点好一切，明晚穗穗就要过来，时候紧迫。常嬷嬷，快吩咐下去，让人连夜将梧桐院打扫出来。江氏高兴地拍起了手掌，她也是被宣平侯宠了半辈子，私下里依旧保留着一点少女心。尽管万分的不舍，最后江氏和宣平侯还是送了夫妻俩出府。看着马车都已经走远了，江氏和宣平侯还望着马车消失的方向发呆，两人都有点恍惚，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找回了亲生女儿，而且女儿还出落得这么乖巧懂事、落落大方、知书达理。别看了，夜深了啊，咱们回去吧，明日还能再见到呢。
不行，我得连夜把院子收拾出来，不然明晚女儿过来了，住得不舒服怎么办？这些事情吩咐下人去做就行了，你早些休息啊。不行，我得亲力亲为，本来就没为女儿做过什么，现在我不想错过任何关于她的一切。宣平侯无奈的笑笑，干脆也跟着一块去忙活了。整个府上只有程雪云一个人伤心难抑，她被关在祠堂，心里像是被蚂蚁爬一样，又痛又难受。她很着急，因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江穗如果真的被认了回来，那这个家哪里还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她本就是因为侧室所出，被人给诟病笑话，如果不是因为站着嫡女的位置，她指不定会被人欺负成什么样子呢。现在真正的嫡小姐回来了，那她以后岂不是就只能是庶女了？以后还怎么出门见人？江穗，你等着，等我出了祠堂，我再好好收拾你。你一个死了这么久的人，干嘛又要活过来呢？照你这么说，上辈子宣平侯嫡女被找回的时候，那些经历还有背景似乎都对上了，只是上一世没有你拯救她，所以她过得很惨，以至于被宣平侯府找回以后，也日日活在心惊胆战中。我着实没想到，宣平侯那丢失在外的嫡女，竟然是你。别说是你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这辈子也没有抱有希望能找到自己的身世之谜，结果阴差阳错之下，居然找到了亲生父母。本来是程雪云故意整我的，为了泄愤，结果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却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利益，如今指不定怎么后悔呢。不出意外的话，他以后要和我针锋相对了。程雪云不足为惧，他是个没脑子的，但就怕他做出什么莽撞的事情。最好现在先弄清楚当年的真相，再正式与宣平侯相认。这迷雾之下必有阴谋。依我看，你当年被人抱走抛弃，和程雪云的娘多少有点关系。宣平侯世子已经打听到了喜嬷嬷一家的去向，数日前已经赶往宣城找人寻找真相去了。待到真相大白，程雪云无不无辜，自有分晓。如果真和他脱不了关系，那我也不是什么好糊弄的老实人。到时候他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我是不会给他好脸色的。夫人英武，在下佩服。去，你倒是还编排起我来了，是不是皮痒了？夫人息怒，为夫知错了。萧河川连忙求饶，两人私底下的相处模式一直是如此，就是一个寻常恩爱夫妻的模样。委屈你了，女婿。等到真相大白那一日，我向众人宣布穗穗的身世以后，你就能名正言顺地进出宣平侯府了。无妨，可以理解。3天后我来接穗穗，府上已然打点好了行囊，圣上给我的返乡时间不多，得抓紧回趟冀州才可。待到从冀州回来以后，再叫穗穗来府上陪伴。行，天色不早，本侯就不留你了，回吧。昨天晚上连夜收拾出来的梧桐院是专门给江穗准备的，里头的一切都是新的。穗穗，你瞧瞧母亲替你准备的院子，可还喜欢？宣平侯夫妇用自己的方式极力地表现自己对江穗的好和爱，迟到了18年的父爱和母爱，江穗真切地感受到了。江穗只能在这里住3天，便要准备和萧河川衣锦还乡了。萧河川已经在家里打点好了行囊，3天后一早就来接江穗。宣平侯夫妇都舍不得江穗，这才刚刚团聚了没2天就要分别了，这一走就是2个月，想想都难受。于是江氏灵机一动，一个好主意便计上心来。宣平侯一听这主意不错，于是立马屁颠屁颠的就去皇宫告假去了。宣平侯夫人就开始悄悄地准备起来，然后又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宣城那边。他告诉儿子，事情查清楚以后就直接到冀州来。他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带上程雪云一起，带上他的话，他和穗穗的关系又很尴尬，两人不对付；可是不带上的话，把他一个人扔在京都，指不定又要在外面惹出什么事情来。最后和宣平侯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把他一块带上。他这性子还有行事作风，还是带在身边时时看着比较放心。这是穗穗、河川啊，我们准备和你们一起去一趟冀州，正好也和咱们的亲家打个照面。我们听穗穗说，你们家所有人对她都特别好，我们很是感激你爹娘。这次过去，一个是为了和亲家见个面认个脸，二来
我们刚刚和岁岁团聚，他这一走就是2个多月，我们着实也想他。而且我和侯爷也多年不曾出远门了，如今有个机会，就跟着你们一块儿，当是游山玩水，顺便培养一下我们母女之间缺失的感情。思前想后，便自作主张收拾好了行囊。不算唐突吧？二位愿意跟随一同前往，我自然没有意见，反而倍感荣幸。我会飞鸽传书去往家中，让家里人早做准备，迎接贵客。好孩子，既然如此，咱们莫要再耽搁了，即刻启程吧。宣平侯还挺急的，他昨天去御书房告假，圣上不情不愿的，好不容易磨破嘴皮子才得了2个月假，他生怕自己走晚了，圣上那边又反悔。江穗全程没有什么参与感，惊喜感倒是满满当当的。自己这一回来，整个宣平侯府都在围着自己转，瞧瞧程雪云那个一脸不服气但又只能照做的样子，他就觉得好笑。母亲，快救救我，女儿快要痒死了。身上起了红疹还能抓，但是脸上的红疹却不敢随便抓，怕破相，却又痒得钻心。明明我确确实实把痒粉下到了江穗的茶杯里，怎么会被我喝到？这是怎么搞的？快去叫娄医女过来。娄医女立马赶过来查看程雪云的病情，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大小姐是不是误食了痒粉导致的？看这样子还是大量的痒粉，这般情况此行怕是要耽搁2天了。天气燥热，中了痒粉至少要2天药效才会下去，此期间必须要随时看顾着，否则会忍不住抓伤皮肤，导致毁容。痒粉？哪里来的痒粉？娘，一定是有心之人想要害我，这所有人里面只有江穗同我不对付，一定是他。程雪云，饭可以多吃，话可不能乱说，我干嘛要害你啊？你别血口喷人。萧鹤川也是黑了脸，不但是他，就连宣平侯夫妇都不相信。穗穗不是那样的人，雪云你莫要胡说。明明是你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你倒是还反过来怪上别人害你了。此前我无意中看见程大小姐在后厨鬼鬼祟祟的，往厨娘给咱们准备的降火凉茶之中下了什么东西。我寻思着她也不可能真弄点什么毒药毒害人，肯定是恶作剧，所以我便私自将他俩的凉茶换了一下。没想到程大小姐还真是恶毒，下了这么大剂量的痒粉。我不是，别听他胡说。是不是冤枉你？搜一下你的房间就知道了，肯定还有剩余的痒粉。再不济，问下你的丫鬟就知道了。齐修远亲眼所见，他十分肯定。他这么一说，程雪云更加慌乱了。没错，便是此物，名为痒粉。不小心误食以后，便会如同大小姐这种状态。过量食用，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还会引起高烧惊厥，会出人命的。我只是想教训一下江穗，我没想害他的性命。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厉害，我以为只会痒一下而已。母亲，我真的没有想要害他的性命。原以为你只是性格跋扈张扬一些，却不曾想，你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歪心思。